大楚帝国，青州边境，大汉3年，赤地千里，风卷黄沙，不断刮过沈家村的土墙。沈氏祠堂内，我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我下意识想咳嗽，却发现根本发不出声音，没有声带，没有喉咙，甚至没有身体。眼前的视野怪异异常，似乎高高在上，开了个广角镜，视角360度无死角，却无法移动分毫。烟雾缭绕中，我看见下方跪倒了一大片人，竟是整个沈家村的村民，为首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身形佝偻。他缓缓将3炷香插进铜炉，声音沙哑的开口：“沈家村第32代村长沈德佑，携全村老小叩请青山公显灵。”说罢，他重重将额头磕在青石板上，发出一声闷响。请青山公保佑，来年风调雨顺，留条活路吧。随着村长带头，身后的数百村民齐刷刷跪拜，磕头的声音此起彼伏，空气中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与满地尘土的气味。青山公，我愣住了，这是在拜谁？我试图低下头，却无法控制视野。但当感知探寻到自身时，我几乎要裂开。木头纹理，红漆底座，上面用金粉描着几个字：大楚赤峰青山公沈离之神位。坏消息，我变成了个牌位。好消息，我是受人祭拜的大佬。这剧本不对啊！我刚想吐槽，一行行半透明的古篆字趁机在我眼前浮现。检测到宿主苏醒，香火神道系统已激活。收到沈德佑诚挚供奉，香火加15；收到沈二狗诚挚供奉，香火加12；收到王翠花诚挚供奉，香火加11。无数弹幕一样的数字相继冒出，随后化为一缕缕白气，钻进我的牌位之中。短暂的白光过后，我感到一股从未体验过的舒爽传遍全身。我意念一动，调出个人面板，姓名沈离，神职青山公，野神，未入流，等级游神，当前神力2道，晋升9品需100道神力，香火值732。注：1000点香火可凝聚1道神力。神术赐福，消耗1道神力给予目标随机增1榜，非求慎用。这什么？游神？听着就像个兼职跑龙套的小神。我扫了一眼，得出了我并不正经的神仙结论。紧接着，一股庞大的信息瞬间涌入脑海。这个世界的神道规则详细说明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在这世界，神凡有别，香火为尊，香火来源主要有3、7、1000道。系统每天最低给我100道香火宝典，雷打不动。其2，信徒供奉，信徒越虔诚越强大，香火收益越多。但眼下目测整个沈家村的条件，心凉了半截。其3，大型祭祀，春秋2季最为重要。而现在正是沈家村的秋季。想明白了这一切后，我的注意力转向了供桌中央，红布覆盖的木托盘上供奉着一把刀，那刀金光闪闪，外形厚重，看起来大有气势。我拉近视野仔细端详，忍不住暗暗叹气。红布覆盖的木托盘上供奉着一把刀，那刀金光闪闪，外形厚重，看起来大有气势。我拉近视野仔细端详，忍不住暗暗叹气。哪里是什么金刀，明明是硬木雕出的形状，涂了一层矿物颜料，甚至底子颜色都能看出来，他们这是拼了。想到沈家村的困境，那一点祭品粗糙的嫌弃感早就烟消云散。供奉的金刀在我眼里已不是木头，而是全村人抛弃傲骨的期盼，是他们咬牙硬撑的高傲。来自这些面黄肌瘦乡民托付的一线生机。检测到祭品愿力金刀，凡俗之物，因承载百人愿力而生异变，是否收取？收。我毫不迟疑的点头。紧接着，供桌上的金刀轻微颤动，像被注入了某种力量，而面板上我的香火值开始剧烈跳动。收到秋季大礼，香火加1024，一刀顶10天低保。我感受着香火的增长，心中的憋屈顿时烟消云散。从今以后，沈家村的路我沈离照。祭祀持续了整整1个时辰。日落西山时，那佝偻的村长沈德佑缓缓起身，在一众年轻人的搀扶中勉强站稳。他低声吩咐道：“都散了吧，今晚别灭灯，让老祖宗看清楚。”村民们相继离去，稚嫩的目光中依然留有期许。我看着他们，长叹一声，成神之路很长，却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夜幕降临，我依然毫无睡意。废话，牌位不需要睡觉。我的注意力全神贯注在那柄愿力金刀上，它经系统收取后并未消失，依旧恭恭敬敬地摆在供桌上，而与它之间的联系却变得奇妙无比，仿佛多了根神经。身为神明，没有护身手段说不过去。调出系统面板，资源选项提示弹了出来，是否消耗100道香火强化祭品？强化。只我一人能听见的低沉嗡鸣震响。刹那间，100道香火化作精纯能量涌入金刀之中。死寂的木刀像是被唤醒了生机，粗糙的刀背隐隐泛出寒芒。试试威力，我意念微动，操控那一缕神念附着在刀身上，金刀轻轻一颤，竟诡异的悬浮半空。眼见这半夜3更，无人祠堂内出现的怪景，我暗自庆幸此刻没有人，不然怕是会吓出声来。来一刀，一抹轻轻的挥动，我的控制小心翼翼，唯恐用力过猛折断刀身。然而，刀锋划过空气时，一声清脆的音爆骤然炸响，肉眼可见的白色气浪从刀刃喷涌而出，瞬间如一头狂暴的巨龙扑向虚空。咔嚓，实木供桌在这道气浪的攻击下像纸糊似的一分为2，断口光滑如镜。于是不止，地面被犁出深达半尺的沟痕，最终撞向祠堂主梁柱。震耳欲聋的声响炸裂开来，那核爆粗的木柱经受不起这可怕的力量，直接被拦腰斩断。卧槽！我惊愕在原地，耳边传来梁柱的嘎吱哀鸣，头顶上方的整个结构随即松动，下一秒轰然倒塌，泥土、瓦砾、烂木头如暴雨般倾泻而下，片刻间将供桌牌位连同那柄刚刚展露神威的金刀淹没。漆黑一片的废墟中，我怔怔沉思，好像还真有点帅，可惜防他了，劲儿使大了。看着那把闯祸的愿力金刀，我神情复杂，刚享受完全村供奉，这就把大伙的祠堂拆了，着实狼狈。外面的骚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脚步杂乱，火把燃烧作响，村民的呼喊伴随着愤怒与惶恐传来。祠堂塌了，谁干的缺德事儿？老祖宗的神位还在里面啊！惊慌与怨气迅速在空气中弥漫。我刚想试着弄点动静安抚村民，便听到村长沈德佑的洪亮声音压住了喧嚣：“
都别慌，给我跪下！老人推开搀扶的后手，一脸激动地盯着废墟，高声道：“这是神迹，青山宫显灵了，显灵！”有人不解，沈二狗更是脱口而出：“村长，这房子都塌没了。”你懂个屁！沈德又狠狠瞪了他一眼。咱们这祠堂多少年了？50年，是泥土墙、烂木头，老祖宗是神仙，住这样的破地方不憋屈吗？他指向废墟，言辞铿锵：“你们听见刚才那生命雷没有？那是老祖宗发话了，嫌庙小，嫌庙破，这是在让咱们重修，破旧立新。”地下的我哑然失笑，村长这嘴能说会道，连住处塌了都能圆得这么神圣。然而逻辑虽歪，村民却被瞬间说服。他们面面相觑，恐惧渐渐被兴奋取代。显灵，青山宫显灵了！一时间，震耳欲聋的呼喊响彻夜空。收到沈德佑极度狂热供奉，香火加50；收到沈二狗诚挚供奉，香火加15，香火值跳动不停，心底残存的愧疚也逐渐被掩盖。既然你们都这么说，那我也就勉为其难的接受。次日，天刚破晓，整个沈家村就像炸了锅，没动人，也不要监督，全村老小齐上阵，哪怕是流鼻涕的孩子，也迈着小短腿搬碎砖瓦。不到1天，废墟被清理干净，我被请到临时供桌，也就是一块平整的大青石上。供桌旁，村长沈德佑用布小青擦拭牌位，还默念着：“老祖宗受惊了，等新房子盖好，保准让您住得舒坦。”我看着这些忙碌的后人，轻叹了一声，他们太瘦了，肋骨根根分明，脸色蜡黄，这样的高强度劳作，说是拼命毫不夸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吧。我决定给点力，系统面板打开，我尝试消耗少许香火，直接化作祝福。一道灵动的白光丙烯般钻入了沈二狗的后颈，这小子瞬间觉醒了，扛着原木健步如飞。村民们看得目瞪口呆，新点的香火洒下，劳作的人们恢复了力气，干劲猛增，祠堂建设提速。可我的香火消耗大半，没关系，我认为这投资值得。然而3天后，气氛骤变，村民人数锐减，剩下的人满脸惶恐，眼神频频瞄向深山方向。村长，不能再进山了。猎户沈山低声道：“有人又看见了那头狼妖，那东西刀枪不入，我们普通人不是对手。”沈德又沉默良久，只能叹气。暂停进山吧，去别处取食玉木，慢一点总比丢命强。供桌上的我听得分明，心中冷笑：狼妖断我财路，抢我香火。休想！香火值890，祭品愿力金刀已充能15，今夜得干掉他。夜色深沉，村后黑风岭显得更加阴森可怖。一头硕大的青狼正伏在巨石上撕咬着野猪残骸，肩高足有1.5米，毛发金属般泛着冷光，它的蛮横霸道不容置疑。但很快，这份威风荡然无存，一道金光破空而来，目标直指狼妖，金刀如疾风掠过，青狼甚至来不及闪避，便感到眉心一凉。不吃，金刀穿透狼头，红白血雾弥漫半空，原本坚硬如铁的头，在这承载百人愿力的利器面前，就像豆腐一般脆弱。就这，我观察着狼尸，心中毫无波澜，甚至觉得有些荒唐。明明是大山霸主，可在愿力金刀下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狼妖虽死，我却并不打算浪费它的价值。皮毛可做护甲，肉含妖力是绝佳大补，还有狼牙狼爪均可用来打造武器。然而控制金刀试图搬运尸体时，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刀没有手，搬不动这大家伙。无奈之下，只能暴力运输。我操控金刀刺入狼尸后腿，将其硬生生托起，晃晃悠悠，歪歪斜斜。幸好没人看见，不然太影响神格了。我心里吐槽着，拖着这沉重尸体消失在夜色中。次日，天刚蒙蒙亮，狼进村了！沈二狗的尖叫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全村像炸开了锅。男人抄起家伙，女人护着孩子，紧张的仿佛随时准备和狼妖拼命。然而，当他们冲到村口，看见老槐树上的狼尸时，所有人都呆住了。那头巨大的青狼被一把金刀钉在树干上，鲜血顺着树皮流淌，在树根处汇成一滩暗红的血泊。那冷硬的皮毛、狰狞的獠牙，都彰显着他生前的凶悍。可这一切都被那金刀终结了。静默了一瞬，村民们情绪几乎炸裂。老祖宗显灵了，青山宫神威，欢呼声震天动地。这种连解释都不需要的事实，直戳他们的心灵。神刀夜斩妖狼，这不是青山宫的威严，还能是谁？沈德又跪倒在地，连磕3个响头。谢老祖宗护佑，谢老祖宗赏饭，赏饭！众人愣了一下，很快明白过来，这么大的妖狼都是肉啊！他们还从未吃过这等大补之物。快卸下来！村长一把从地上爬起，指挥若定。今天不开工，全村吃肉，这是老祖宗赏给咱的。欢呼声再次爆发，老少齐上阵，将狼尸从树上放下，开始准备丰盛的宴席。孩子们围着锅台流口水，青壮汉子守着火堆满脸期待。就在锅内热气腾腾时，我的神位周围香火数据疯狂跳动，击杀一阶妖兽铁皮狼，威慑成功，香火加200。收到全村集体狂热供奉，香火加500，信徒忠诚度大幅提升。当前信徒等级狂热。看着这繁忙欢快的场景，我心中涌起了一种复杂的满足。前世996加班熬夜换来的工资，不及今日护一方信徒斩妖赠肉来的踏实。吃吧，吃得饱才有力气给我修祠堂。我看着村民们喜笑颜开的享受盛宴，嘴角微微上扬。狼妖尸体被村民小心拆解，老猎户沈山费了好一阵子，才用家传的剔骨刀剥下那厚实如铁的皮毛。这皮子真是个宝。沈山按着已剥下的狼皮，眼睛放光，制成皮甲。进山就是件护命宝贝。一旁的村民围了上来，瞪大眼睛看着被一块块分解的狼肉，那眼神里没有贪婪，只有饥饿的渴望。3年大旱，他们连一顿饱饭都成奢望，就连狼肉的腥膻都成了香味十足的美味。肉被切成大块，丢进村里几个大锅中，清水煮开，不放香料，仅撒了一点点盐。可即便如此，当狼肉炖骨汤的香气一出，整个村子顿时弥漫着食物上桌前的热烈气氛。孩子围着锅台流口水，沈德又亲自掌勺，还不忘帮着宽慰。都给我记住，是老祖宗赏的，都有份，都给我吃饱。第一锅汤煮好，一碗热气腾腾的奶白色狼骨汤被盛起来。沈二狗第一个端起热汤，迫不及待地灌了几口，好爽！他激动地放声赞叹，身上都热乎起来。
这肉可真是神仙赏的吧？一边喝着汤，一边吃着肉，村子沉浸在难得的幸福中。连体弱的老人喝了几口狼骨汤后，都似乎精神了不少，昏花的目光渐渐清澈，连饱受疲劳的汉子们体力也恢复一空。轻食供桌上，我默默看着这一切达到了巅峰满意度，看着香火值疯狂飙升，我发自内心感慨，这真是一场双赢的买卖。你说世上真有神仙吗？沈二狗擦着满是油亮的嘴，凑到沈山旁边小声问道。以前我也不信，但现在我信了。沈山叹了口气，说得郑重其事。老祖宗肯定是神仙。村民们互相咬耳朵，一听沈山的话，顿时群凑了过来。沈山停顿片刻，压低声音补充道：“不过世道险恶，神仙不止一种。怎么说？”看着众人好奇的目光，沈山放下手中的骨头，沉声道：“世上有2种让人仰望的存在，一种是武者，气血如龙，一身力道能开碑裂石。虽说咱们吃了这狼肉勉强沾上边，也是最低层次，连入门都算不上。”他停顿片刻，又道：“可在武者之上，是更强的存在，修仙者，他们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法术无边，甚至能降服强大的妖怪。”周围一片安静。咱们村算幸运吧，能打得过这狼妖。如果哪天碰上修仙者呢？他语气低沉，话音未落，不少人倒吸了口凉气，心下隐隐升起了担忧。听着沈山的讲述，我暗暗点头，这人见识倒是不凡。看来这个世道远比我以为的复杂，光靠愿力金刀和区区游神之力，怕是远远不够。我调出面板，香火值3542，神力2道，晋升9品需100道神力，祭品愿力金刀已充能35，香火暴涨。我豪气顿生，直接输入指令，系统将2000点香火转化为神力，香火值2000，神力加2。身为青山宫的底气陡然翻倍，我感受到对金刀的操控更加灵活，大有驾轻就熟之感。还剩1542点香火，我心念转动，再抽1500点灌入金刀，香火值1500，愿力金刀充能中，当前进度80。轻食供桌上的木刀发出低沉的嗡嗡，金色流光微微闪烁，刀刃上散发出的强大气息令人心悸。还差20，我舔了舔嘴唇，上次一刀秒杀狼妖的震撼场面还历历在目，如今的威力只能更强。夜色深沉，村子在一片呼噜声中静谧入眠。可我始终保持警惕，随时接收着周遭动态，不然一股异样的感觉传入我的身边，有东西盯上了村子。100米高空上，一只漆黑的猎鹰盘旋，它的羽毛像天上的影子般与夜色融在一起，连翅膀震动也寂静无声。它在监视废墟和散落的狼。嘎！猎鹰发出刺耳的鸣叫，仿佛感知到我的注视，它一跃而起，转瞬间向深山疾驰而去，消失在其间的密林深处。我的神念猛地一震，竟然还有人监视沈家村，心中顿感不妙，这不安的征兆一定是风暴的前奏。夜色如墨，被一声尖锐的鹰鸣划破。一只红眼猎鹰俯冲落在赵峰肩上，他拍了拍马背，冷笑着看向老槐树。树下，剥皮剔肉的铁皮狼骨骼在月光下泛着惨白光芒，那是他的灵宠。很好，真是大胆！赵峰目光冰冷，一群泥腿子，连我的狗都敢吃！他抬手一拨，村口伫立了几十年的戒碑瞬间炸裂，碎石飞溅的巨响惊醒了整个村庄。慌乱的村民们披衣跑出房屋，驻足围观。沈德佑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前面，看着高头大马上散发着冷意的赵峰，硬着头皮问道：“敢问阁下有何贵干？”是谁杀了我的狼？赵峰扬马鞭指着狼，语气中透着杀气。沈德佑脸色惨白，瘫跪在地。仙师容禀，那妖狼先伤人，还想吃村中娃子，我们才不得已。闭嘴！赵峰冷笑，他吃人是本能，你们死是荣幸，但杀了他就是死罪。这一句话让村民们面面相觑，死寂笼罩四周。放屁！沈山从人群中冲出，双手死死握着柴刀，眼神赤火。畜生吃人是本能，可我们是人，凭什么站着让他吃？你就是修仙者，也不能如此横行霸道。赵峰冷笑，掐诀凝聚出一颗赤红火球。放肆！我教教你什么是道理。火球拖着尾电飞射而出，沈山只来得及闷哼一声，便被点燃倒飞出去，摔在地上，背部焦黑一片。几个村民手忙脚乱扑火，总算救下一命。赵峰冷眼看着惨状不屑道：“没死，狼肉还真管用。”旋即掌心火球再起，这一颗显然比之前更大。这一刻送你们全村上路。就在火球要射出的一刻，祠堂废墟上一股奇特的能量波动传来。赵峰动作一僵，随即目光炽热地锁定能量爆发的方向。祠堂的青石供桌，这灵气波动比灵气更精纯，还带着神圣气息。他瞬间判断，铁皮狼定是因宝物出事才到村中，结果被这些愚蠢的村民误杀，连这村子都成了自己的踏脚石。赵峰冷笑着散去火球，拨转马头往祠堂赶去。一群蝼蚁，等我取完宝物再收拾你们！村民们幸免于难，满脸惊恐和不安。沈德又听到赵峰的去向，猛地一震，不好，祠堂还有老祖宗牌位呢。他强撑着颤抖的身体，拄着拐杖向祠堂跑去。快护住老祖宗！青石供桌上，我冷眼看着赵峰骑马而来，沈山的惨状，村民的绝望浮现在我眼前，心中怒火炽烈如焚。操，欺人太甚！当我是泥捏的吗？剩余香火值542，祭品愿力金刀已充能80，不够，还差一点。赵峰的目标显然就是我。与其等死，不如拼命。是否消耗1道神力补充1000香火，强行将愿力金刀充能完毕？系统提示音及时响起。是，给老子冲！神力香火542。强大的能量从牌位中爆发，倾泻入金刀之内。原本沉寂的刀身像被唤醒的小太阳，璀璨金光冲霄而起，锋锐气息笼罩四周，仿佛下一秒便可吞噬一切。策马而来的赵峰猛地勒马，感受着翻涌而出的强大波动，他脸上的冷笑逐渐放大，变成狂喜。重宝，果然是重宝！哈哈哈！老天待我不薄。我冷冷注视他的笑容，心中杀意疯狂蔓延。你笑得越开心，我砍得越狠。赵峰策马来到祠堂废墟，目光炽热地盯着青石供桌上的2样物品：一块黑漆漆的破旧牌位和一把金光流转的木刀。灵域内敛，
宝光自毁。他低声喃喃，脸上的贪婪无法掩饰。居然是应一处欺凌的法器，果真是好宝贝。他翻下马，小心谨慎的一指，淡青色锋刃激射而出，目标直指牌位。试探一下，没动静的话，东西就是我的了。锋刃逼近时，一声低沉颤鸣突兀响起，那把沉寂的木刀惊动，刀尖缓缓抬起，直指向赵峰。这一瞬间，赵峰冷汗直流，全身汗毛炸起，一股从未感受过的恐怖威压铺天盖地而来。这感觉，他甚至在宗门筑基长老身上都未曾体验过。什么鬼东西？他脸色煞白，转身就想逃，但是晚了。我冷漠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回荡：砸我的场子，欺我的人，还想走？谁给你的胆？斩！金刀骤然消失，快得肉眼捕捉不到。一声空气撕裂的刺响，金色刀芒直接贯穿了赵峰。金刚符，挡住啊！赵峰惊恐的咆哮，仓促捏碎手中压箱底的金刚符箓，土黄色光照笼罩全身。然而，那自信满满的灵气护罩在金刀面前如薄纸一般脆弱，甚至没有丝毫停滞，就被一分为二。刀光继续穿透固体灵气，皮肉骨骼。赵峰维持着转身逃跑的姿势，僵在原地，脸上的惊恐神色定格。他喉咙咯咯作响，想抬手，却再也无力支撑。一道血线浮现，下一刻，鲜血喷涌，赵峰的脑袋缓缓滑落，砰！他的尸体无力倒在地上。炼气3层修士就这样被一刀斩杀，四周死寂。村民们震惊的目瞪口呆。那个刚才还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修仙者，如今竟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老祖宗显灵了！沈德佑猛然跪倒，朝着祠堂废墟重重叩头，老泪纵横。村民们纷纷反应过来，跪伏在地，哭喊着感谢老祖宗的救命之恩。他们恐惧的眼神终于染上了希望，虔诚之力如潮水般涌来。而悬浮在半空的愿力金刀斩杀赵峰后，金光渐渐散去，刀身回归成了普通木的模样，轻轻一声落回供中，宛如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地上的无头尸体和浓烈的血腥气却分明告诉所有人，这一切真实发生过。我的意识空间内，系统提示如瀑刷屏，成功击杀炼气3层修士赵峰，神威大振，香火加1500，越阶击杀，威慑宵小。青山宫威名出现，奖励神力加1，收到全村集体狂热供奉，香火加2000，检测到全村信徒产生狂热信仰，香火产出效率提升200。随着数据翻滚，我的香火值再次暴涨，心头的愤怒渐渐被满足感取代。姓名：沈离，神职：青山宫野神，未入流，等级：游神，神力4道，晋升9品需1道神力，香火值3500。血赚，我深吸一口气，这一波收益逆天，不仅回了本，还额外收获了神力。然而，锋利的警惕感却压下了我的喜悦。我的感知穿透虚空，落在远处天际，一个小黑点正在快速飞离。赵峰的灵种，那只猎鹰早就在危机来临时逃之夭夭，跑得挺快。我眯起眼，玉兽宗的鹰不好，后患无穷。赵峰死了，但玉兽宗绝不会就此罢休。那鹰返回的同时，必然带回我的消息。我将目光投向赵峰的无头尸体，尤其是他腰间鼓鼓囊囊的储物袋，嘴角微微上扬。玉兽宗要来，暂且等着。我轻轻一笑，先让我看看这疏忽掉的遗产有多少好处。赵峰的脑袋滚落在地，死不瞑目，在月光下悄然静躺。沈家村的男人们这时才回过神来，他们愣愣看着地上的尸体，窒息般的恐惧袭来。修仙者死在村里，他的宗门能放过我吗？完了，全村都得陪葬。有人吓得腿一软，跌坐在地，脸如死灰。就在恐慌蔓延，村子濒临崩溃时，一声中气十足的怒喝震得四下皆惊。都给我闭嘴！沈德又拄着拐杖走到赵峰尸体旁，重重一戳，那声咚敲在人心上。仙师，你们哪只眼睛看到他是仙师？沈德又铿锵有力。我只看到一个纵兽商人，一言不合就要屠灭我们全村的邪魔歪道。他欺我沈家村，被老祖宗一刀斩了，如今不过是一只纸老虎。村民们怔怔看着他，逐渐安静下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理。沈德又指着天，语气掷地有声。他纵兽行凶在先，老祖宗出手是替天行道。青山宫是正神，就连天王老子来了，也在咱们这边。最后一句发龙震聩。你们怕什么怕？谁敢质疑老祖宗？敢质疑那是大逆不道。这番话彻底浇灭了村民的恐惧，迷茫的眼神渐渐被坚定取代。是啊，这场杀戮本就该如此。这老头不去搞传销，真是屈才了。我听着沈德佑的宣讲，心中佩服得五体投地。危机公关能力理论满分。为了巩固这成果，我心念一动，金刀轻颤，悬浮而起。所有村民屏住呼吸，目光死死盯着金刀。只见他挑起赵峰腰间的储物袋，稳稳飞回供桌上。村民惊愕片刻，沈二狗小声嘀咕：“老祖宗是在解释。”啪！三叔一巴掌呼过去，放屁！这是老祖宗赏赐给咱的造化。造化这两个字点醒了所有人，他们的眼神瞬间变得炽热，一拥而上。村民们迅速拆开袋子，几块发着柔和白光的灵石滚了出来，照得周围一片亮堂。哪怕不懂修仙之法，村民们也能感觉到这光直入心肺，舒坦的只想哼哼。沈德又激动的一把抓过灵石，手都在颤抖。这是传说中的灵石，神仙的钱。随后又翻出了2本书和一张兽皮地图，基础内气诀，初级御兽法。望着这些东西，沈德又报警：振臂高呼，这些是老祖宗赐下的功臣，谁敢动歪心思，族谱除名，打断狗腿。围着尸体的村民一下安静下来，全都乖乖点头。老祖宗在上，没人敢逾规矩。随后问题又来了，尸体怎么办？赵峰和他的马只能是一颗定时炸弹，埋了也怕被宗门找到，烧了更容易留下气息。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始终无法决定最佳处理方式。直到一个老石匠沉默着开口：“村长，要不就埋在新祠堂的地基下面吧。”此言一出，全场安静。老石匠解释：邪魔厉害不过老祖宗，把他埋在祠堂底下，让老祖宗天天踩着，用神威镇着他，再有天大的能耐也翻不了身。这个简单粗暴的办法立刻得到一致认同。绝了！沈德又一拍大腿，眼中满是赞赏。于是月黑风高之间，村民齐齐挖深坑，将赵峰连马扔了进去，每人还在岩土前吐了口浓痰。
去地下伺候老祖宗吧。坑填好，地夯实，村民干完活各自散去，准备明日争分夺秒修好新的祠堂，让老祖宗能早日入住，镇压邪魔。夜深人静后，沈德又独自回到废墟，他点燃旱烟，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张信纸，那是从赵峰衣服上摸出来的私信，借着微弱月光展开信纸，每一个字都犹如重锤砸在他心口上。青州大旱3年，非天灾乃妖祸，天机推演，有幼年旱魃潜藏于青州边境，吸地气，粉水脉。这外门弟子赵峰借历练之名暗中搜寻，若有发现，即刻传讯。信纸飘落，旱烟掉地，沈德又瘫跪在地砖上，老眼含泪。他太清楚这2个字意味着什么。旱魃一出，赤地千里，寸草不生。3年大旱，竟是妖祸作乱，而旱魃就在沈家村附近。村长紧绷的意志瞬间崩塌，喃喃低语：“老祖宗啊，天不孕人活啊！”我静静注视着他的祈求，心中的责任感从未有过的沉重起来。3年饥荒背后的黑手，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剿灭旱魃。旱魃的威胁如阴影般笼罩沈家村，但沈德又硬是将这消息埋在了心底。他明白，绝不能让恐惧吞噬村民最后的希望。基于狼肉滋补和对危机的畏惧，村民们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原本需要半个月才能完工的祠堂，仅用了5天便拔地而起。青石为基，硬木为梁的新祠堂，虽简朴却庄重坚固。祠堂完工这一天，全村人穿上最干净的衣服，聚集在新神龛前。沈德又双手捧着擦拭干净的牌位和愿力金刀，满脸虔诚，一步步将他们安放在神龛的正中央。老祖宗归位。就在牌位安稳落下的那一刻，我感觉整片天地都不动了。神念猛然延伸，祠堂与脚下的土地建立起一种隐秘的联系，无形的力场以祠堂为核心向四周扩散。与此同时，系统的声音接连响起，检测到宿主拥有正式到场，符合神域开启条件。神域初级已激活，祠堂范围内宿主拥有绝对掌控权，香火值获取效率提升20%。到场建成，解锁功能神识香火商城神域。我大喜，这一功能等同于在地盘上开启了上帝视角。当我将意识沉入香火商城后，一个琳琅满目的界面铺展开来，灵术、武技、丹药、法器甚至知识典籍，清一色应有尽有。然而，当我兴奋地寻找更高级神术时，系统直接泼了盆冷水。神术无法购买，只能提升神位等级，自行领悟或由天地赐予。好吧，早料到这么完美的事情不可能发生，我无奈地收回一丝期待。但浏览下来，商城的内容总体令人满意。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而是让村子强大起来，这才是我的底气所在。我扫了一眼当前香火值3500，于是挑选了个实用灵术托梦术，消耗100香火，可入目标梦境传递信息，塑造形象，影响心神。这个好，装神弄鬼。不对，是显神圣很合适。随着托梦术购买完成，相关记忆直接烙印入我的意识中。我抬眼看向祠堂外，村民们正陆续散去。沈德又将赵峰遗物中的灵石、基础内气诀和初级御兽法书籍摆在供桌上，当成新的祭品。不错，省了我动手收。我发动新解锁的神识，一股波动扫过全村，村庄每一处都尽收眼底。房中的劳作，孩童的玩耍，全映入我的脑海。这如同上帝俯瞰般的感受，让我有些上瘾。神识很快落在那2本书上，信息瞬间被读取。这2本书简单粗浅，入门无难度，非常适合用来启蒙村民。第一个传功的对象是谁？我的视线在人群中扫过，沈德佑年迈，沈山莽撞，到底不合适。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了沈二狗身上。这小子年轻，根骨好，脑子灵活，加上香火贡献在年轻1倍中居然最高，培养成妙助，再合适不过了。就是你。深夜，沈二狗躺在炕上打着呼噜，做了一个奇异的梦。他站在无垠星空中，脚下虚无，头顶星河，周围的星光缓缓流转，震撼的他一时连喊叫都忘了。正当他惶恐时，2团金色光芒从前方黑暗中亮起，如2轮小太阳。随即，一道巍峨的神影从中浮现，光芒交错，威严无比。沈二狗吓得浑身发颤，想也不想就跪了下去。老祖宗！沈二狗，宏大的声音响起，不辨男女，却透着不可抗拒的威压。可愿为吾行走于世间的妙主。沈二狗一听，激动的都快昏过去了。妙主是什么？他虽然没读过书，但也知道，那就是神明在人间的代言人啊。我愿意，老祖宗，小的愿意万死不辞。沈二狗磕头如捣蒜，声音都在打颤。善，巨大的光影伸出一根手指，朝着他的眉心轻轻一点。赐福中，随机增益抽取中，恭喜获得稀有增益 buff 钟灵运秀。钟灵运秀全面提升精神力，强化悟性、记忆力与感知力，成长潜力超凡。卧槽！我心中一震，直接开出 SSR 级天赋。这小子够逆天。沈二狗脑海中多出的清醒和力量让他目瞪口呆，感觉全身都焕然一新。这时，那宏大的声音继续响起：此为钟灵运秀之福，可助你耳聪目明，过目不忘。吾再传你一篇御兽法，望你好生修炼，莫负吾之期望。无数金色古篆字涌入沈二狗脑中，那是初级御兽法的完整信息。此外，还额外附带了基础耐气诀的修炼法门。这是仙法。沈二狗捂着脑袋，惊喜的快要昏过去。村子需要耳目，山中野兽、空中飞鸟皆可为你所用。我的声音宏大而平静。去吧，这是你作为庙主的第一个任务。神影蓦然消散，星空碎裂。沈二狗从梦境中醒来，激动的满头大汗。老祖宗，小的一定不辱使命。沈二狗猛地从炕上坐了起来，浑身大汗淋漓。他怔怔地看了看双手，又摸了摸脑袋。梦，老祖宗托梦。脑海里那清晰无比的基础耐气诀和初级御兽法，再加上异常清明的意识，让他清楚刚刚的一切绝不是普通梦境。大黄从炕边懒洋洋地站起，看起来和往常无异，但沈二狗心头一动，回想梦中老祖宗交代的任务，小心试着按照初级御兽法的方法，把自己的精神力引向大黄，同时在心里命令道：
大黄，去把门口的破草鞋叼过来。大黄抖了抖耳朵，看了看沈二狗，又看了看门口的草鞋，竟真的摇着尾巴跑过去，用嘴叼起草鞋，小跑回来，把它放在二狗面前，顺便蹭了蹭他的腿。沈二狗目瞪口呆，半天没反应过来，直到沉默良久后，他才猛然跪在地上，面朝祠堂方向，咚咚咚磕了3个响头。老祖宗显灵了！他扑腾着跳了起来，眼神炽热无比。一个草鞋算什么？他要试试更复杂的命令。站起来，用2条腿。二狗在心里严肃地对大黄下达了新指令。大黄呜咽了一声，稍显笨拙地扒拉了2下地，晃晃悠悠站了起来，努力用后腿支撑身体，像个人一样立着。再走2步。大黄摇摇摆摆地走了几步，虽然最后一屁股坐地，但很快又爬起来，继续尝试。就在这时，院外传来了李氏的声音：“二狗，你大清早的不睡觉，在屋里折腾啥呢？”一个面色蜡黄的中年妇人推门而入，正好看到大黄用2条腿走路的场景，手里的木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我的天爷，这狗成精了！他后退一步，表情僵住，瞪大了眼睛。这场面一下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娘，你别怕。沈二狗连忙爬下炕，这不是成精，是老祖宗叫我的。老祖宗！李氏一愣，狐疑地盯着他。就你睡迷糊了吧？母子俩刚说2句，院外邻居三婶的嗓门从远处传来：“二狗娘，咋了？”我听到你喊。紧接着，三婶大步冲进院子，她刚看了一眼正在用2条腿晃悠走路的大黄，立刻捂住嘴巴。哎呀，我的妈！这狗咋会走路了？消息迅速扩散开，沈二狗家的小院没多久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村民们挤在院子里，看着轮番展示大计的大黄。真的假的？40多年了，我头一回见会走路的狗，绝对邪门。二狗这小子是不是搞了什么歪门邪道？你们看二狗的眼神，不是普通人，跟他老祖宗一个样。听着村民们的议论纷纷，二狗一阵紧张，但老祖宗巍峨的身影浮现在脑海，让他的勇气再度迸发。他清了清嗓子，朗声道：“大黄没成精，是老祖宗显灵，给我传了仙法。”话音一落，全场寂静，人群里爆发出一阵笑声。仙法？你逗你吧，别没事瞎扯淡了。祠堂废墟中的我听着村里的嘲弄，看着二狗涨红的脸，心中暗笑，这样的场景就在我的预料之中，得一步步来。现在就看二狗能不能完成我的示意。沈二狗咬了咬牙，用精神力对大黄下达了更复杂的指令。大黄，打开鸡笼，把里头最大的公鸡赶出来，不准咬它，赶到我脚下。大黄闻声竖起耳朵，挣扎了2下，突然像是理顺了逻辑一样，小跑到墙角，叼起鸡笼的门栓，用力一扯，打开了鸡笼。随后，他冲着最大的公鸡低吼2声，把它慢慢驱赶到二狗脚下。全过程没有碰公鸡一根羽毛，村民都看傻了。你们看见了，门是这狗开的吧？还能懂感激？卧槽，这不是仙术是啥？院子里终于无人说话，李氏捂着嘴看着自己的儿子，似乎开始有些相信了。沈离的后台数据也开始猛跳，收到李翠花震惊的供奉，香火加5；收到王铁柱敬畏的供奉，香火加4。好样的，二狗！我暗暗点头。虽然看起来很滑稽，但越是这种超出常理的小场面，越能赢得村民的信任。二狗站直身子，清了清嗓子，再次朗声道：“乡亲们，这不是我胡说，真是老祖宗显灵，传我仙法。从今天起，我沈二狗是庙主，是老祖宗在人间的传令使。”这一次再也没人敢笑了。他们看着二狗脸上罕见的坚定神情，又瞥了瞥脚边的大黄，心中暗自认定，或许这是真的。而我注视着这群人身上的信仰之力变得更浓更实，心里乐开了花。二狗干得漂亮，继续给老祖宗长脸。眼见时机成熟，村长沈德又拄着拐杖缓缓走进院子，村民赶紧自动散开让路。经过鸡笼和大黄时，他的目光闪过一抹锐光，沉声问二狗：“刚才你说的那话，再告诉老朽一遍。”沈二狗深吸一口气，对村民们朗声说道：“昨夜老祖宗入我梦中，册封我为沈家村的庙主，他传我仙法，教我御兽，以应付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妖祸潜藏之大局。”庙主。沈二狗坚定的点头。庙主是神在人间的代言者，老祖宗赋予我法力，让我通晓草木鸟兽，为村子开耳目护平安。这话像石子投入池水一样，迅速在村民间炸开涟漪。如果说刚才的狗遇鸡场景还能用巧合搪塞，这套逻辑严密的解释已然堵死他们的所有疑问。我在祠堂废墟中默默点头。二狗表现得比我预期更好，胆识与口才都远胜同龄人。后台数据跳动不止，香火之猛涨，收到沈德佑极度震惊的供奉，香火加30；收到刘三叔狂热的供奉，香火加25。沈德佑吧嗒吧嗒抽着烟，沉默片刻，猛地敲了敲烟袋锅，目光扫过全院村民。都听到了吗？老祖宗显灵，册封庙主，乃天降祥瑞。从今天起，沈二狗便是我们沈家村的庙主。他所言便是老祖宗的旨意，谁敢不从，便是对老祖宗不敬，按族规处置，绝不姑息。这一番话给沈二狗的身份盖上了官方认证，村民们再无疑虑，纷纷跪地行礼，拜见庙主大人。沈二狗看着跪了一地的乡亲，吓得脸涨红，手足无措。快起来，使不得！沈德佑拐杖重重顿地。你的身份是老祖宗选择的，担得起这份尊敬。二狗搬到祠堂去住，专心侍奉老祖宗，修炼仙法，为村子效力。是，村长。沈二狗大声应下，神情振奋。当天傍晚，沈二狗卷着破旧的被褥住进新祠堂。这里的偏房原是给守祠堂的老人准备的，如今却成了他的宿舍。这样的变化对他来说，不只是一个居住地的迁移，更代表了一种身份的跃升。从普通村民到侍奉老祖宗的庙宇，他成为了全村第一个神职人员。就连他那个一向对他非打即骂的老爹，都破天荒的没让他干活。临走时还嘱咐二狗好好干，别给老祖宗丢人。安排好被褥后，沈二狗径直走进正殿，檀香缭绕中，他跪在青山宫牌位前，郑重磕了3个响头。
老祖宗在上，弟子沈二狗今日正式入住祠堂，侍奉您的香火，弟子必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说罢，他盘膝而坐，闭上眼睛，开始按照基础耐气诀的法门修炼。刚进入状态，沈二狗很快便感知到空气中漂浮着无数亮晶晶的小光点，有的温和，有的狂暴，这就是灵气。他小心翼翼地引导最温和的一缕，将它吸入体内。那股微弱的暖流流过经脉时，他感觉浑身疲惫一扫而空，如同被洗涤了一番。能行，真的能行！沈二狗狂喜，立刻全神贯注投入修炼。而他并不知道，他的修炼速度如此惊人，除了自身天赋钟灵毓秀的加成外，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原因。这里是祠堂，是我沈离的神域，我可以动用香火调整神域内的灵气浓度。此刻祠堂中的灵气是外界的3倍，更经过梳理后变得温和纯净，简直是初学者的修炼天堂。就算那些修仙宗门的天才弟子，也未必有这待遇。我看着沈二狗全神贯注的样子，心生满意，随即调出他的面板查看信徒信息：姓名沈二狗，身份庙祝，忠诚度狂热，修为凡人，未入门，天赋钟灵毓秀，稀有。不错不错。时间流转，从下午到晚上，沈二狗彻底沉浸在修炼中。短短几个时辰，他的经脉内便成功汇聚出一股细若游丝的灵气，并形成了完整的周天循环。我再次看向他的面板，信徒信息：姓名沈二狗，修为隐灵1层。这速度让我都有些惊讶。普通人从引气入体到这个程度，少说也得10天半个月，就算宗门天才最快记录也是3天，而沈二狗从无到有只用了1个下午。这钟灵毓秀确实强到离谱了。我暗叹，看来系统果然不会让我失望，这笔香火花得值。此时的沈二狗睁开双眼，低头看向自己双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力量。他下意识攥紧拳头，骨节发出咔咔的响声。这就是仙人的力量。他喃喃自语，满眼激动，走到祠堂门口。他尝试按照初级御兽法的记载，将灵气汇聚眉心，缓缓释放出自己微弱的精神力，探索周围。一瞬间，他的脑海中像铺开了一张无形的网。祠堂外的世界清晰显现在他的感知中，老槐树上懒洋洋打盹的猫头鹰，水沟里纠缠的青蛙，甚至村长家里沈得又沉重的呼吸与梦呓，都尽在他的感知之中。这种感觉仿佛多了一双无形的眼睛，洞察黑夜的秘密。老祖宗在上，我成功了！沈二狗激动得浑身发抖，再次跪倒在神龛前，连连磕头。他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一条与村民截然不同的道路。而我呢，看着这天选打工人的表现，忍不住笑了。小伙子，好好干，以后你的前途老祖宗照着了。夜已经深了，沈二狗在偏房沉睡，祠堂重归寂静，而我的意识却异常清醒。我调出面板，浏览着暴涨的香火值，香火值5822。自从沈二狗成为庙主，祠堂落成后，香火收入翻了数倍，一天能稳定进账500-600点。但我并未因此感到满足，反而一股危机感始终萦绕心头。御兽宗必然不会善罢甘休，而我的底牌愿力金刀虽强，却远不足以支撑我应对所有变局。充能一刀需要5000点香火，可它终究是单体攻击，对付一队人，面对防御法阵或更强修士时，根本无法确保胜利。我需要常规且可持续的战斗力。沈二狗的修行路线已经确定，他天赋异禀，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就能成为村子的眼睛和控场修士。但村子里的力量还远不够，还需要一个能打能抗的武夫，一面坚实的盾。我的目光锁定村西的一间低矮土房，那是猎户沈山的家。屋内，沈山趴在床上，面色蜡黄，口中痛苦呻吟。他的妻子蹲在床边，端着一碗药，眼圈红肿。当家的，再喝一口吧，这是村长托人从镇上买来的药。喝了有用吗？沈山猛挥手，药碗摔碎在地。这伤好不了，我就是个废人。赵峰的火球术重伤了他，火毒进入经脉和骨髓，烧坏的神经无法愈合，他的右臂彻底失去知觉，不仅成了摆设，还拖累了他这个靠双手吃饭的猎人。我若有力量，哪怕变成恶鬼，也要把那些狗娘养的仙尸一个个撕碎。他的吼声悲愤，撕心裂肺。祠堂里，我听得清清楚楚，就是这种狠劲，这才是理想的武夫。我飞速打开香火商城，寻找让沈山重获新生的方法。回春丹能治伤但不修神经，法器区的机关手臂过于显眼，不够自然。我最终下单了灵术区的一项技能，移花接木，消耗300香火。可将不同生灵的肢体嫁接至目标体内，失败率根据材料契合度而定。技能到手，我的目光转向村仓库，被妥善保存的铁皮狼皮、狼筋、狼骨。赵峰留下的这头一阶妖兽是绝佳材料。狼帝力量，人的智慧，如果用他的筋骨替代沈山的双臂，会造出怎样的强大战士？我心中暗自期待。深夜，沈山因为剧痛昏昏沉沉的睡去，随即坠入无边的梦境。梦里，一道由光芒构成的巍峨神影缓缓浮现，声音恢宏威严，直接传入他的脑海。沈山，渴望力量吗？沈山跪在深邃的梦境中，抬头望着那巍峨的身影，浑身疼痛与绝望在此刻化作滔天的恨意与不甘。您能给我力量？那声音宛如暮鼓晨钟，震慑灵魂。你渴望力量，愿以残躯为祭，承受绝痛，改造身形，为沈家村而战吗？凡身脆弱，过程险恶，甚至可能神魂俱灭。沈山浑身颤抖，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他咬牙抬头，重重磕下头。我愿意，哪怕死后坠入地狱，永不超生，我也愿意护村，请老祖宗赐我一战之力。神音俯视，声音透着一丝赞许。今夜3更，邪妖狼左前腿与主精至祠堂，吾将为你接续断臂，赐予新生。话音落下，梦境如潮水退去，沈山猛然醒来，身上的剧痛似乎淡去了几分。他喘着粗气，脑海中依然回响着老祖宗的指示。他挣扎着想爬起来，惊醒了床边的妻子柳氏。当家的，你怎么了？伤口又疼了。柳氏一边擦额头的冷汗，一边慌乱地捡起破布巾。不，背我去仓库。沈山咬牙说道，眼神里满是执拗。柳氏傻眼，这大半夜的去仓库干啥？
去拿狼腿，老祖宗要给我换手。沈山看着他，声音沙哑却坚定。柳氏愣了一瞬，但她没有反驳。她是个传统的村妇，听从丈夫也听从老祖宗。她爆发出惊人的力气，将沈山背了起来，拖着艰难步伐走出门。刚一出院子，狗叫声惊动了隔壁的村长沈德佑。他提着灯笼，裹着单衣走了过来，见到这一幕，表情微变。山子，这大半夜你要去祠堂？沈山气若游丝，但语气坚定。我要妖狼的2条前腿和主筋，老祖宗要为我接续断臂。沈德佑眉头一皱，停顿片刻，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他回头对着偏房吼了一嗓子：“姑子、豹子，起来，给老子去公仓拿狼腿！”2个壮汉睡眼惺忪，提着裤子跑出来。爹，怎么了？进贼了？进个屁的贼！老祖宗的法旨，别问了，快去公仓把狼腿和主筋扛到祠堂。沈德佑扔给他们一把钥匙，催促道。兄弟俩闻言清醒，二话不说跑向仓库。夜色深沉，柳氏背着沈山喘着粗气，沈德佑提灯走在一旁，胡子豹子2人则扛着狼腿和主筋跟在后面。祠堂前，沈德佑敲了敲大门，门栓拉动，一个迷迷糊糊的沈二狗探出头来，吓得斜掉在地。村长，山子叔，这时少废话，开门，准备接济。沈德佑挥手示意众人进正殿，把狼腿和沈山一起放在供桌前，把人和东西都留在这里，其他人退出去。沈德佑沉声下令：“二狗，守住，闲人不得靠近。”柳氏看着瘦削的丈夫，依依不舍，眼眶红肿。沈山咬牙用肩膀将他推开。这是男人做决定，别掺和。放心，有老祖宗在，山子不会有事。沈德佑低声宽慰，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沈山。这或许就是他的造化。厚重的木门合上，将正殿与外界隔绝。沈山跪在供桌前，看着摆放好的妖狼祭品，重重磕下头。老祖宗，祭品已至，残躯在此，请施法。我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幕，心中升起一丝满意。这份忠诚与战役，正是我选择他的原因。沈山，准备好迎接新生吧。话音刚落，愿力金刀低鸣，一缕金光悄然附着在他身上。他顿时感觉到折磨他的剧痛消失了，连那已如朽木的右臂也传来酥麻的触感。沈山疑惑未消，我已全神贯注，心念一动，启动移花接木灵术，消耗香火300点，准备嫁接。目标：沈山。材料：铁皮狼前肢2，材料契合度12，预计成功率3，排异反应99。这成功率跟没有一样，系统数据让我心头一沉。但箭已在弦，我果断追加神力，消耗神力1道，成功率提升至99。银光闪过，金刀化作流光斩断沈山腐败的右臂，同时精准切开妖狼前肢的关节，残躯与妖狼祭品被托起，开始融合。一瞬间，沈山发出痛苦的咆哮，这剧痛如万蚁噬骨，比他受过的任何折磨都更加残酷。但我的声音如雷霆般在他脑海炸响，想复仇，想保护村子，这点痛都熬不住，还谈什么力量？沈山双眼赤红，怒吼着将痛苦化作不屈的意志。我不服！趁着他的斗志激发，我动用神域力量，将温和灵气涌入他的身体，压制排异反应，同时细致地将狼肢的血肉、筋骨、经脉一一缝合，每一寸都经过精确计算。这时，我察觉到狼腿深处藏着一丝凶厉的妖狼残魂，试图夺舍沈山的身体。在我神域里，还轮不到畜生撒野。我的神念如浩荡威压，瞬间碾碎残魂，并将其揉炼成青色符文，附着在沈山的骨骼上。废物利用，给你加个被动技能。经过一炷香的精细操作，狼腿完全融合。当温热的血液涌入狼臂时，沈山昏死过去。接着，我同样将他的左臂更换为另一只妖狼前肢。整个过程耗尽我的心神。完成时，我心满意足地看着昏迷中的沈山，2条狼臂狰狞粗壮，充满威力。接下来能不能体现他们的潜力，这要看沈山自己的造化。沈山悠悠醒转，睁眼下意识抬手摸脸，却顿住。他借着微弱月光看到的是2条青色硬毛覆盖的狼臂，这力量感，他只轻轻握拳，就涌现出一股撕裂天地的冲动。试着动动手指，那锋利如刀的爪子灵活自如。令他吃惊的是，这双狼臂竟能随心变化。心念一动，狼爪褪去青毛，变成了一双虽粗壮但形态与常人无异的手。他怔住了，再次发力，手臂瞬间回归狰狞狼形，灵活强大且可变形。他无法不为这神迹感到震撼。谢老祖宗赐我新生，谢老祖宗再造之恩。沈山激动的再次跪倒，对着神龛磕头如捣蒜，泪水混合着汗水涌出，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感激与狂喜。我静静注视着他，心中已有定论，这个人将是沈家村的战斗之人。祠堂外，沈德佑带着沈二狗等人守了一夜，天亮前，他们神色焦躁，而祠堂内仍一片死寂。村长，山子叔怎么还没动静？沈二狗低声道。闭嘴！老祖宗在此能有什么事？沈德佑呵斥，但手中紧握的拐杖微微颤抖，泄露了他的不安。话音未落，祠堂的大门吱呀一声打开，所有人立刻屏住呼吸。只见沈山赤裸着上身，大步迈出，目露金光，气血充盈，气势如虹，哪还有昨日奄奄一息的模样？柳氏冲上前，一眼瞧见他完全恢复如初，脱口惊问：“伤全好了？”不仅好了。沈山大笑，声音如钟，还比以前更强。他举起双臂一震，骨节咔咔作响，原本精瘦的手臂瞬间膨胀一圈，肌肉球结，手背上的青灰色狼手印记隐现，令人震撼。沈德佑目光一凛。山子，你的手。村长，看好了。沈山忽地深吸一口气，双臂发力，伴随一声震彻黎明的狼嚎，皮肤上硬毛冒出，食指化为锋利利爪，气势森寒骇人。这一声嚎叫传遍整个村庄，许多村民被惊醒，披衣赶往祠堂。一见沈山恐怖的狼臂，惊慌失措地喊：“妖怪！”甚至有人腿软倒地。眼见场面混乱，沈德佑猛击拐杖，厉声喝道：“都别慌，这是神剑，是老祖宗赐下的神物。”村民们面面相觑，不知该信还是该怕。山子，给村里人露一手。沈德佑沉声道：“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神迹。”好。沈山跃跃欲试，转身盯上了祠堂门口的大青石，重达500-600斤，平日村里数名壮汉都难挪动的巨物。
他沉腰立马，右臂收回原形，用肉掌直接轰了上去。砰！青石应声粉碎，碎石飞溅，震得周围人耳膜嗡嗡作响。沈山收拳，手掌毫发无伤，狂暴的力量引得众人目瞪口呆。此一般的寂静后，是全村的惊叹与敬畏。沈德又抓住机会，高举拐杖，声音震响。这不是妖怪，这是沈寂，这是沈家村的希望，这是守护我们的神位。老祖宗说了，只要忠诚，人人都有机会脱胎换骨。沈山振臂高呼：“我沈山就是第一个！”村民们彻底沸腾，恐惧化为狂热的渴望。我也想变强，是老祖宗显灵了。山子哥教教我们。收到全村集体极度狂热的供奉，香火加3000。我看着暴涨的香火值，心情大好。趁热打铁，我调动300香火，化作细雨洒向人群。村民们瞬间感受到浑身暖，一夜疲劳进去，酸痛不在，身体轻快如初。这一次，所有疑虑彻底瓦解。老祖宗赐福了，老祖宗神威盖世。村民们齐齐跪地，对着祠堂叩首，声震云霄。当天晚上，沈山整晚激动的睡不着，在祠堂偏房反复测试狼臂的变化，一会儿狼爪，一会儿人手，玩得不亦乐乎。直到一股突如其来的困意涌上，他脑袋一沉，趴在桌上睡去。在睁眼时，他已置身无边星空，那巍峨的神影再次浮现。弟子沈山叩见老祖宗。他激动地跪下，声音颤抖：“起来吧！”洪钟般的声音回荡在他脑海，乳汁中涌，无皆看在眼中，但空有力量，终究不过匹夫之勇。弟子愚钝，请老祖宗赐教。无关汝臂骨运风与精之锐气，凡俗武学已不适合。今传汝一套拳法，名为苍狼哮天拳，乃为汝狼臂量身打造。话音落下，一道金光点在沈山眉心，无数画面与感悟涌入脑海。他仿佛亲眼见青色人影于荒野演练拳法，爪影重重，力劈山河，每招每式都契合他的狼臂。我为这套拳法付出了800香火，并追加200香火购买灌顶服务。沈山浑身不由自主跟随画面演练，动作行云流水，肌肉记忆仿若与生俱来。他的狼臂隐隐散发青光，狼魂残符亦被激活。嗷呜！一声狼嚎从他喉中爆发，狂暴气息遍布。他双眸赤红，野性上涌，险些失控。然而我的声音如雷霆灌顶，凝神静气，汝阴人御法，岂容法御人？沈山浑身一震，眼眸恢复清明，大汗淋漓。记住，力量是工具，汝心才是根本。此拳法威力强大，但易引发兽性，需磨砺心性，切勿被力量所控。弟子谨记。沈山重重叩首，再次深感老祖宗的良苦用心。明日赵村中青壮，组建青山卫，护沈家村，扬我青山宫之名。清晨，沈山猛然醒来，脑海中拳法招式清晰无比。他走到院中，试着练出一拳，空气中竟传出云威爆鸣。他眼神激动，满是斗志。不久后，村长沈德又赶来，看到沈山施展拳法，老村长眼中瞬间金光一闪。山子，这也是老祖宗教的。是。沈山点头。老祖宗传我苍狼哮天拳与组建青山卫之责。青山卫。沈德又咀嚼这3个字，眼中燃起了火焰。好，这一天老子等太久了。走，立即召集村中人手，这回咱们沈家村要翻身了。沈德佑的效率极高，村中3声，沈家村全体村民迅速聚集在村中央的空地上，连襁褓里的奶娃都没落下，站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沈德佑声音洪亮：昨夜老祖宗降下神谕，准许建立青山卫，凡16至40的男丁不怕死，敢拼命，皆可报名。入选者顿顿有肉，还能学神兽的功法。话毕，场下立即哗然。青山卫还能学山子哥的拳法，我报名。村长，今年刚16的算我一个，拼了！谁敢欺负咱村，我第一个不答应。一个个汉子激动挥手，报名场面异常火热。沈德佑压下手，示意安静，神色严肃。入了青山卫，必须守规矩，服从指挥。若有逃兵，族谱出名，我亲手打断他的腿。村民纷纷表态，为了老祖宗，为了村子，拼命。沈德佑满意的看向沈山，山子，你负责挑人。沈山站出，环视满场的年轻汉子，沉声道：我不管你干过什么，进了青山卫，只看一点气血。他的目光闪过青光，苍狼哮天拳的小技巧让他能在短时间内探知村民的气血状况。灰白者营养不良，但红者算中等，唯有深红者才是气血旺盛的强者。沈山手指精准点出30人，均是村中体力活最多、底子最好的青壮汉子。他们激动地站到沈山面前，昂首挺胸。从今天起，你们就是青山卫。青山卫的第一次训练拉开序幕，演武场上，沈山演练苍狼哮天拳，拳风凌厉，气势惊人。然而台下的汉子们模仿不到片刻，便气血涨红，有人吐血昏倒，民众只能无奈停下。沈山眉头紧锁，村长，这拳法不适合普通人修炼。沈德佑长叹，苍狼拳是老祖宗的专属赐予，大多族人确实承受不住。没有功法，青山卫不过是一群拿锄头的农夫。沈山与沈德佑目光齐齐投向祠堂，二人带着虔诚与期待跪于神龛前叩首。青山卫初创，族人有心，但无强身之法，恳请老祖宗垂怜，赐下卜筮功法，护我沈家永世基业。祠堂之内，我静静看着两人，心中已有定案。专属拳法不适合量化武装，便从商城中挑选了一门适合普通人的功法。秘籍蛮牛劲，评价武道入门之基，修习者例如蛮牛，疲弱顽石，对天赋要求极低，唯需血势不紧。我屈指一弹，将秘法传入沈德佑的识海。实用性简单的蛮牛劲最适合村民的身体条件，由沈德佑传授也更能确保流传。沈德佑瞬间领悟，跪地垂泪，谢老祖宗赐恩。清晨，沈德佑携手书的蛮牛劲兽皮册走进演武场，向青山卫成员公布功法。此法不求玄妙，但练到极深处，足以开山炼石。随我演练。沈山与汉子们依照秘籍化标准型，
一朝一夕试炼，然而仅2个时辰，全员饿得眼发绿，有人大腿抽筋，连站都站不稳。沈山皱眉，村长，这功法对身体消耗太大，仅靠村里的存粮怕撑不了多久，沈德佑点头，需要更多血肉，尤其是妖兽之肉。沈山目光投向村后的黑风岭，眼中透出杀意。从明天起，我带青山卫上山猎妖兽，给全村填够肚子。青山卫在沈山的训练下逐渐步入正轨，每日操练吼声如雷，偶尔还能带回几头野猪或低阶妖兽，改善村子的伙食。村子的武力在稳步提升，我却知道仅靠武夫依然不足，沈家村需要有真正修行路数的人。我的目光落在祠堂里打坐的沈二狗身上，这小子隐灵一层后，精神力暴涨，每日勤修基础耐气诀，现下已经能明白许多晦涩法诀内容。我直接将声音传入他的脑海。二狗，沈二狗一个机灵，立刻跪下。老祖宗有何吩咐？青山卫已成，村中需修士辅佐，吾命你挑选7至12岁孩童中有感气天赋者，组建修士队伍。沈二狗眼中亮光一闪，激动道：是，可是弟子该如何识别他们的天赋？你的精神力已远超凡人，静心凝神，便能感知他人对灵气的亲和度。资质出众者如萤火虫般明亮。是，弟子遵命。他兴奋至极，飞奔去找村长沈德佑。沈德佑听完来意，震惊的胡子发抖。老祖宗要培养修士队伍，还从孩子里挑。激动之余，他亲自敲响村钟。不多时，村民们再次聚集在祠堂前。当得知这是挑选孩子修仙，每个人的眼神都透着狂热。我家胡子7岁，让他去。我闺女聪明伶俐，您看看她。我家狗蛋最能吃饭，肯定天赋强。家长们争相推荐，场面乱成一锅粥。安静！沈二狗强压着手，声音一喝，带上几分庙祝的威严。村民果真沉默下来。孩子们，一个祖师人站到我面前。第一批孩子很快被推到台前，他们怯生生地看着沈二狗，而我从他的视角观察着，大部分孩童一片灰白，灵气亲和度低，而一个瘦小女孩和一个虎头虎脑男孩与众不同。他的气息温润如玉，而他的精神仿佛熊熊的小火焰。沈二狗睁开眼，指向2人：你们叫什么名字？我叫沈丫，女孩怯生生回答。我叫沈铁牛。男孩挺胸作答。你们2人从今天起随我修行。孩子的父母当场喜极而泣，落选的家庭却失望连连。沈二狗没有理会，天赋的强弱无法强求。经过1个时辰的筛选，最终5人脱颖而出，3男2女，最大的11岁，最小的7岁。他带着他们走进祠堂，郑重宣布：自今日起，你们就是老祖宗的记名弟子。沈二狗开始传授基础耐气诀，然而这群孩子年幼心性不定，很快有几人开始犯困。就在他头疼时，我的声音传来，令他们盘膝5心朝天，吾将助其一臂之力。他果断将5个孩子引至神龛前坐好，我启动神谕之力，神谕聚灵，是否消耗1000点香火？进行1次，灵气爆发，持续1炷香。是，轰！神龛内灵气暴涨10倍，5颜6色的光点汇聚成蛋白气流，在祠堂内盘旋。这5个孩子瞬间精神振作，不需引导，浓郁灵气便争先恐后涌入他们体内。好舒服，沈丫忍不住叫了出来，暖暖的劲头。沈铁牛也兴奋附和。沈二狗看着这仙境，整个人惊呆。他想起自己当初引气修炼多么艰难，对孩子们这灵气灌体，可谓万分羡慕，忍不住感叹。别人家的孩子在问泥巴，我们村的孩子已经修炼了，跟着老祖宗混就是爽。1炷香过后，祠堂内恢复了平静，但那5个孩子已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蜕变。在我的灵气灌体下，他们全都引气入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修士，迈入修仙的第1道门槛。从明日起，每日来祠堂修炼，不得有误。沈二狗宣布，颇有师兄的架势。是，妙祝师兄。5个孩子异口同声，清亮的声音透着兴奋。看着眼前的修仙速成班，我和沈二狗都明白，沈家村的未来才刚开始。而在村外大旱3年的土地上，日子却越发艰难。3天后，沈家村迎来了一群流民，为首的是一位老者，拄着根树枝，步履蹒跚。他身后跟着几10个男女老少，面黄肌瘦，眼神绝望。这群人从青州腹地一路讨荒，靠吃草根啃树皮勉强活下来，如今早已油尽灯枯，命悬一线。那里有炊烟。一个男孩气若游丝地指向前方的村子，他的声音点燃了这群濒临崩溃的流民的希望。他们互相搀扶，跌跌撞撞地朝沈家村跑。然而村口2名手持长矛的青山卫成员将他们拦住。什么人？一名守卫厉声喝问，矛尖直指老者。君爷饶命，我们只是逃难的，几天没吃东西了，只求有口水喝，给条活路。老者跪地磕头，哭喊着哀求。这时村子内传来了一阵嬉笑声，只见沈铁牛拿着一根烤得焦黄的肉骨头，追着大黄狗疯跑。他小脸红扑扑的，显得健康极了，擦得油亮的肉骨头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所有流民的注意力瞬间被吸引，他们的目光死死盯住骨头，喉咙咕噜作响，眼中涌现出饥饿与绝望。沈铁牛跑累了，随手将手中的肉骨头扔给大黄狗，大黄狗叼起骨头跑到一旁啃得香津津。这一幕直接击垮了流民的心理防线。天杀的！一个妇人看着手里奄奄一息的孩子，忍不住嚎哭，咱们连土都快吃不上，他们村的狗竟还有肉吃。他的哭声如同导火索，瞬间引爆了流民的情绪，几10人跪倒在地，哭声震天，求求你们收留我们，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只求能活下去。老者一边磕头一边喊。这动静很快惊动了沈德佑，他带着沈山与沈二狗赶来，沉默看着这一幕。他知道这些人穷途末路，但如果收留他们，村子的粮食必将消耗一空，最终全村都可能被拖垮。他犹豫不决时，神识突然察觉到异样，人群最后一个不起眼的汉子，目光阴冷，他悄悄从怀中掏出一只指甲盖大小的黑色飞蛾，屈指一弹，飞蛾无声无息地向村内深处飞去。有意思，我冷笑，这一切尽在我的监控之下，看来是时候让青山卫见见血了。我收回神识，并未直接动手捏死那只飞蛾，也未清理那个汉子。这种事连根拔起才是正经，若有人盯上沈家村，必须连窝端了才能消除后患。二狗，我的声音毫无预兆地响起。沈二狗浑身一震，连忙回应。
弟子在，老祖宗有何吩咐？人群末尾，那个黑瘦缩着脖子的汉子看到了吗？沈二狗抬眼，果然发现了那个眼神飘忽的刘明。弟子看到了，那是探子，放他离开，用你的御兽法找点机灵的小东西盯住他。我要知道他将消息带给谁，又是谁敢伸爪子到吴的道场来。是。沈二狗迅速平复情绪，目光扫向村口的老槐树，在枝头，一只灰扑扑的麻雀正歪着脑袋。跟上那人，不论去哪儿，盯紧了。麻雀浑身一震，眼中闪过人性化的光芒，叽喳一声后振翅而飞，悄然盘旋到那探子10几米外的石头上。那探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已被完全监控。与此同时，沈德又面对刘明跪地哀求，终是心软，虽然没收留，但还是命人搭了窝棚，送去西周与野菜团子，让他们暂时安顿在村外。村长，咱们自己粮食也才够吃几天，您这不是妇人之仁吗？沈山皱眉不解，都是一条人命，让他们缓几天再离开吧。沈德又叹息，吃饱后的刘明渐渐入眠，而那个阴冷的黑瘦汉子趁夜独自离去，潜入深山。他叫李三，是黑风寨的一名探子，专门搜寻肥美目标。这一次，他感觉找到了个天大的金矿。黑风岭，据一听，独眼彪坐在虎皮椅上，听到李三归来的消息后，精神一振，让他进来。李三匆匆入厅，满脸兴奋地道：“大当家，这趟果然有大收获。说说看，黑风岭东30里有个村子叫沈家村，那村子富得流油，我混在流民里亲眼瞧见，那里的守卫状如官兵，村里的孩子红光满面，甚至连那狗都是吃肉啃骨头。”听那众喽啰听得目瞪口呆，倒吸凉气声此起彼伏。不会看错吧？3年大旱，怎会有这么富的村子？独眼彪虽心动，但显得谨慎，绝不会错。而且我还用寻踪蛾探过，村里没有修士，最强不过后天武者。再探探。独眼彪沉声道。这时，二当家赵四站了起来，笑得从容。大哥，机会抓紧，先下手为强，给我50弟兄，再带上一些霹雳火，足够抢光一切。独眼彪思忖片刻，终于点头。去吧，但速战速决，别走漏了风声。赵四嘴角露出一抹阴冷笑意。明日此时，我提猎户头回来。大厅爆发出一阵汤笑，气氛狂妄，但谁也未察觉。赵四怀中的黑令牌微微一动，那张斯文脸下隐藏的是一抹贪婪与野心。赵四心中冷笑，蠢货，还以为有肉吃。等我将沈家村血迹提升阵法，这黑风寨才真正是我的天下。然而，这些筹划进入沈二狗的眼中，房梁上的麻雀化作他的耳，将这一切清晰刻画到他的意识中。沈二狗盘坐在祠堂内，精神高度集中，通过御兽法捕捉那只麻雀传回的画面。险峻的山寨，聚义厅内贪婪的土匪，白面书生挥动手指，10桶黑色霹雳火被推出来，每一幕让他冷汗直流。猛地睁开眼，他跪向神龛，声音颤抖。老祖宗，黑风寨的土匪将对我们下手，他们带了50强匪，还有霹雳火。然而，我的声音平静如水，慌什么？无忌让你去探，便早有安排。50个强匪，正好成为青山卫的磨刀石。弟子明白。沈二狗顿时镇定下来，脑海中原本的恐惧转化为亢奋。老祖宗，您的意思是将计就计？不错，我的声音中透着冷厉。传我谕令，让沈山设伏，先击溃土匪先头部队，震慑他们，再放一个活口回去。不要的不是小胜，而是全歼。是，弟子立刻去安排。次日清晨，沈山召集30名青山卫成员，他站在人群前，沉声道：“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日到了咱们青山卫为村子出力的时候了。昨夜老祖宗降下神谕，黑风寨的土匪会进犯我村，先头部队有10人，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截住，打掉。有没有信心？”有。30个汉子齐声怒吼，声震林木。好，所有人带上家伙，跟我出发。沈山一声令下，青山卫成员手持长矛与砍刀，迅速消失在晨雾中。黑风岭东侧，一线天，沈山率领青山卫潜伏在狭窄山道旁的密林中，他压低声音指挥道：“等土匪走入伏击圈，中间一声信号，2头立刻堵住，长矛手组盾阵，刀斧手补刀。记住，我们人多，别给老祖宗丢脸。”时间一点点过去，直到远处山路上出现10个黑衣土匪身影。他娘的，都3年大旱了，这破村怎么还能吃肉呢？刀疤脸匪首抱怨着，他带队慢悠悠地走向伏击圈，丝毫没有察觉危险途径。沈山竟如猎人盯紧猎物，直到最后一个土匪踏入伏击圈，他猛然起身，发出一声短促的狼吼：“嗷呜！”杀！随着信号，青山卫如猛虎下山，呐喊着冲出树林，用盾阵封住2头。刀刃寒光四溢，土匪瞬间慌了，有埋伏，快撤！但已经晚了，组建的盾阵死死堵住后路。刀疤脸绝望地抽出钢刀冲向盾阵，却被10几根长矛刺得当场毙命，猩红的血涌满地。剩下的土匪魂飞魄散，跪地求饶：“别杀我！投降！我投降！”可青山卫下手毫不留情，每一矛刺出全力，每一斧劈下都不留痕迹。战斗不到1炷香时间，10个土匪只剩一个活口，被沈山一脚踹倒在地，吓得尿了裤子。回去告诉你们当家的。沈山冷冷俯视他。想动沈家村，就让他亲自带人来。英雄饶命，我一定带话。那土匪连滚带爬跑向山寨，狼狈不堪。青山卫的一个年轻队员不解地问：“队长，为什么不杀了他？”沈山冷笑，擦了擦狼爪上的血迹。鱼儿已经放出去了，接下来等那条大鱼自己上钩。黑风寨，聚义厅，独眼彪正搂着抢来的女人喝着闷酒，一个喽啰慌张闯入。大当家，不好了，探路的兄弟只回来了一个。回来一个。独眼彪皱眉，酒意瞬间消散。他很快见到被架进来的土匪，不待那人开口，便厉声问道：“其他人呢？刀疤脸死了，都死了。”幸存者涕泪横流，我们中了埋伏。那村的人不是人，是怪物，力气巨大，刀枪不入，我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全被杀了。聚义厅内瞬间寂静，几个头目满脸震惊。刀疤脸的手段他们都清楚，10名精锐竟连浪花都没翻起。独眼彪的脸色阴晴不定，隐约感觉可能踢到了铁板。正当他犹豫是否收手时，二当家赵四突然轻笑，声音刺耳。他走到幸存者面前，用折扇挑起对方的下巴。
他们每人力气都很大。是，小的句句属实。赵四冷笑转头，声音拔高。你们还不明白吗？这村子根本不普通，大旱3年，他们顿顿吃肉，还能膘肥体壮，不可能只是猎户。一番话让所有人屏气凝神。赵四目光灼灼，我敢断定，他们村挖到了上古宗门的炼体传承。一旦激起千层浪，炼体传承的传闻如火种点燃了土匪的菜热。呼吸粗重间，独眼彪握紧拳头。老二，你说怎么办？强者无敌，但我们有霹雳火，也有几百弟兄，他们再强，也不过一群没脑子的莽夫。赵四眯眼，笑意森然。他转头看向跪着的幸存者，语气温和。你的消息立了大功。幸存者满心欢喜，刚要磕头谢恩，却见寒光一闪，赵四折扇边锋利薄刃瞬间划过他的脖颈，鲜血喷涌。他冷声道：“乱军心者，杀无赦。”聚义厅内陷入死寂，所有头目心寒胆颤。只见赵四踩着血迹，对独眼彪拱手。大哥，祭旗已毕，今夜3更，全寨进出。我要用沈家村全村人的血洗净我们的刀。独眼彪被这血腥场面激起凶性，一刀劈碎案桌，怒吼：“传令，今晚踏平沈家村，挖地3尺，鸡犬不留。”杀气冲霄，厅内轰然应诺。一群狗急跳墙的土匪已被欲望冲昏了头。赵四站在阴影处，嘴角勾起冷笑。蠢货，什么传承不过是气血族罢了。今晚这村人和杀红眼的土匪全会成为师尊血祭大阵的祭品。黑风寨校场，火把熊熊，映红半边天，200多名土匪列队，手握钢刀，眼神中充满了紧张与暴力。独眼彪站在高台上，举起鬼头大刀，大吼：“弟兄们，今天晚上踏平沈家村，男人杀光，粮食抢光，有人的神功秘籍，人人有份！”吼吼！土匪们疯狂敲打刀面，呐喊声震天。这时，赵四缓步上台，手中捧着一只黑色陶罐，他眼神冷静，开口道：“我知道你们对这次行动有些打鼓，毕竟刀疤脸他们折在了沈家村。但我告诉你们，那村子里的人再强，也终究是人。”他揭开陶罐，血腥味夹杂刺鼻药草的气息瞬间弥漫，罐中一颗颗血红色药丸犹如活物般微微蠕动，散发出妖异的光泽。这是狂血丹，吞下此丹，你们的力量暴涨3倍，速度快如鬼魅，战斗中感觉不到疼痛，就算缺胳膊断腿也能继续拼杀。赵四的语气里满是蛊惑。不过这丹会透支阳寿，药效过后虚弱3天3夜，甚至折损几年性命。教场上的土匪倒吸凉气，但赵四没给他们犹豫的机会。他提高声音：“用几年的寿命换1辈子的荣华富贵，值不值？”值，干了！弥漫的贪婪在场中燃烧，喊杀声直冲云霄。赵四满意的点头。这陶罐里只有50颗狂血丹，现在武功最高的50人出列，服下此药。50个最凶悍的土匪立即冲出队列，舔着嘴唇将血红药丸吞下。后，丹药入腹，他们发出不似人声的怒吼，全身迅速发生异变，皮肤化为赤红。青筋爆出如囚笼，肌肉膨胀，双目赤红，充满暴力。看着这些可怖的狂躁身影，教场上剩余土匪吓得连连倒退，脸上写满惊恐。这还算是人吗？赵四露出一丝冷笑，他没有告诉这群蠢货，这所谓的狂血丹其实是噬捆丹，服下者神志尽毁，只剩杀戮。数小时后，精血耗尽，化作干尸。50个凶残狂战士已成，而赵四眼底闪过一抹森然，这些祭品正好为师尊的血海帆做出贡献。大哥，现在我们有可能会输吗？赵四话语间透着不容置疑的冷意。独眼彪看着这50个已经完全失控的战士，心中升起莫名的不安，却硬着头皮拔刀大喝：“全军出发，目标沈家村！杀杀杀！”火把汇成巨龙，200多土匪手持武器，浩浩荡荡冲出山寨，呐喊声震天。而在苍穹之上，一只小小的麻雀冷静地注视着这一切。下一瞬间，它转身扑入夜幕，化作一道黑影，以更快的速度飞向沈家村。沈家村祠堂前，空地上火光映照，但氛围与黑风寨的暴虐狂热截然不同。这里是一片肃杀与决然，30名青山卫整齐列阵，手持长矛，身后是整个村子能拿起武器的男人。粗布劲装，锄头柴刀剑拔弩张，火光映衬下充满悲壮。沈山站在最前方，他那泛着青光的双臂出现在所有人眼中。刚从一线天的以寡胜多血战归来的他，身上还残留着血腥气，整个人如一柄蓄势待发的长枪。村长沈德又拄着拐杖走到他身旁，沉声问：“山子，情况怎么样？”村长放心，他们上钩了。沈山说道。二狗传来消息，黑风寨200多人倾巢而来，带着霹雳火，最多1个时辰便到村口。200人。沈德又倒吸一口凉气，神色凝重。人多又如何？不过是乌合之众。沈山冷哼，他声音如同钟磬。所有人记住，我们有老祖宗庇佑，有蛮牛进强身，还有陷阱和壕沟，要冲进来，他们就得拿命来填。他的话点燃了周围青山卫的士气。没错，杀他娘的，干死这些土匪！然而就在此时，沈二狗冲出祠堂，脸色惨白，颤声道：“不好了，山子叔，他们不对劲！”慌什么？沈德又厉声呵斥：“二狗，把话说明白！”沈山眉头紧锁，冷静问道：“麻雀传来画面，那队伍最前面的50人跟疯狗一样，浑身通红，浑身爆血光，撞山石，砍树木，根本感觉不到疼痛。”沈山和沈德又对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凝重。悍不畏死，痛绝丧失，这些所谓的狂战士，可比普通土匪难缠100倍。这一消息如冷风吹入士气正盛的村民中，不少人眼神闪过一丝不安。怕什么？沈山猛然暴喝，声音如雷震撼全场。疯狗不过土匪杂碎，别忘了头顶3尺，老祖宗在看着我们。他转身跪向祠堂，单膝跪地，肃声大喊：“
老祖宗在上，青山卫请战。沈家后人沈山恳请老祖宗垂怜，匪人犯境，技不如人，死而无怨。但邪术之术，非人力可挡，求老祖宗戒法。他身后30名青山卫如找到主心，齐刷刷跪下，高喊求老祖宗戒法。随后，村长、男人、女人、孩子，全村几百口同时跪地，请老祖宗庇佑。祠堂内，我的意识悬浮在神龛上，平静地看向这一切。村民们的祈祷声震撼心神，沉浸在灵魂深处，他们虔诚的信仰无声无息化作香火，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画面浮现，黄血丹的邪修把戏在我眼中一览无余。沈山所言没错，对于镇守道场的村民来说，这种敌人不是简单的乌合之众，光靠蛮牛劲和陷阱未免太过冒险。看来需要再加点料。我调出商城，将目光精准锁定在群体嗜血术神刺板上，效果消耗3000点香火，使指定不超过50人的人群进入神恩嗜血状态，持续1时辰。状态力量提升50%，速度提升30%，痛觉削弱90%，恐惧免疫，士气锁定狂热，无任何副作用，完美契合当前局面。虽然价格高昂，需耗费1/3存款，但这是一次信仰的保卫战。若能斩杀这些土匪，将彻底成为神威的象征。购买香火3000，购买成功。浓郁的灵光涌入我的意识，术法的信息瞬间清晰展现。我看着跪伏在地的子孙后代，听着他们发自灵魂的呼唤，心中一片平静。很好，你们的祈祷吾听到了。一声低叹，我以无形的神力将术法降临，光芒瞬间笼罩跪地的30名青山卫。神恩降临，火光映照下，30名青山卫同时浑身一震，一股无形的力量贯穿全身，他们感到自身体内的力量涌动翻腾，不断暴涨，血液的流动仿佛化作咆哮的洪波。双手紧握长矛，眼中已无惧色，只剩狂热。沈山握紧拳头，感受着前所未有的力量，咬牙低吼。多谢老祖宗赐法，今日我等必守护沈家村。我注视着这一幕，微微颔首。一场血战即将到来。祠堂内，随着我发动群体嗜血术，神龛上的木质神像双眼突然亮起2点金光。片刻后，祠堂屋顶爆发出一道巨大的赤红光柱，直径数米，直冲云霄，将夜空染成诡异的血色。村民们目瞪口呆，被这天地异象吓得愣在原地。有人惊声喊道：“祠堂发光了！”另有人跪下大喊：“是老祖宗显灵了！”沈德又激动得浑身发抖，老泪纵横。他正想磕头时，又看到更震撼的一幕：红色光柱在空中化作30道赤红流光，犹如流星般精准地落向青山卫的头顶。山子，小心！沈德又下意识惊呼，但沈山和青山卫已完全无法动弹，他们像被无形的威压死死压着，只能跪着，眼睁睁看着赤红光芒融入天灵盖。嗡！红光入体时，沈山脑海中仿佛爆开了一颗太阳，狂暴的能量如洪流般涌入每一寸血肉，每一根骨骼。他仰天怒吼，声若远古兽吼，震撼天地。他的血液仿佛在燃烧，肌肉以可怕的速度膨胀。他感觉自己一拳就能轰穿老槐树，而他身后的青山卫同样发生变化，双目赤红，青筋暴起，炽热的能量令他们痛苦又亢奋。粗布劲装一片撕裂声，滚滚热气从身上升腾。狂暴战意让他们的身影如同地狱魔神，这是走火入魔了。村民们惊疑不定，而沈德又却猛举拐杖，声嘶力竭大喊：“神，这分明是老祖宗赐予我们战胜敌人的力量！天佑沈家村！”这一嗓子像醍醐灌顶，唤醒了所有村民。他们瞬间从恐惧转为狂热，纷纷跪拜。老祖宗神威盖世，杀光土匪。沈山缓缓起身，身形更显魁梧。他那双青色狼臂彻底化为狰狞狼爪，锋利如刀，寒光闪烁。他转过头，赤红双眸看向所有青山卫，声音低沉沙哑。列阵，30名青山卫齐刷刷起身，没有一人拖沓，动作整齐划一，长矛与盾牌组成，蛮牛战阵，杀伐之气冲天而起，甚至让周围火把都显得摇曳不止。千锤百炼的战阵在此时已成。沈德又看着这一幕，激动的嘴唇微微颤抖。他知道，从今晚起，沈家村已彻底蜕变，他们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穷苦村庄，而是有了自己的兵，受神明庇佑的不败铁军。村长带大家退后守住祠堂，接下来会很血腥。沈山的声音沉稳而有力，我保证一个不留。沈德又重重点头，带着所有村民退入祠堂，将厚重的大门缓缓关上，给战场留下一片寂静。空地上只剩沈山和30名青山卫，他们面向村口的黑暗，杀意弥漫。既然待敌，祠堂内，我的神识静静看着这一切，听着士气高昂的军阵，让人心潮震荡。不错，这3000香火花的值。我暗笑，现在就让我看看是你们邪修的狂血丹厉害，还是我神赐嗜血术更胜一筹。夜色下，山风呼啸，远处林间火光如蛇般蜿蜒逼近，黑风寨大军压阵而来。村口土墙后，沈山与30名青山卫隐匿身形，一住气息，握紧兵器。很快，50名磕了狂血丹的悍匪便直冲而来，眼中只有疯狂与杀戮。独眼彪在后方望着不高的土墙，冷笑着：“一群泥腿子，抵挡不住。”赵四则轻摇折扇，眼中满是冷漠。推平了无趣，先让他们尝尝绝望。他暗示亲信喊话，跪地投降，献出炼体功法与女人，否则鸡犬不留。土墙后，沈家的男女静默无声，给脸不要脸。亲信恼怒时，沈山从土墙后走出，上身赤裸，浑身肌肉如钢铁，青色狼爪泛寒。他背后30名赤红双目、散发威压的青山卫呈攻击阵型走出，气势强悍，令黑风寨队伍瞬间静默。独眼彪倒吸凉气，这30人气势如同千军万马，而赵四眼中贪婪机遇溢出，妖化荣妖兽血脉的秘法。赵四试图拉拢。拱手大，阁下不如加入黑风寨，我许你3当家，金银财宝、美酒女人任你选择，只要你献上秘法。沈山只冷冷回应。说完了吗？该去死了。他的嘲笑与杀意赤红如血。赵四脸色骤变，狞笑道：“不吃敬酒吃罚酒，那就给我杀光他们！” 50个狂战士应声而动，如同猛兽般发疯冲向沈山的阵型。赵四怒极，
碾碎他们。青山卫阵型前，沈山不带丝毫表情，低声在地上划了一道线。越线者死。狂战士速度极快，距青山卫不过50步。沈山握紧狼爪，看着不远处汹涌而来的敌人，沉静准备迎战。夜幕下，山风席卷，黑风寨的土匪队伍压境而来。队伍后方，10桶霹雳火被抬出。赵四盯着这些军国利器，嘴角残忍地勾起冷笑。再强的炼体术也挡不住霹雳火。点火，发射，引线点燃。刺眼火花闪烁，10几个土匪用尽全力将药桶抛向青山卫阵地，药桶呼啸着朝沈山他们砸去。沈山的脸色凝重，散开！他当机立断下令，但霹雳火速度太快，撤退已来不及。浓浓的绝望笼罩着士气高昂的青山卫，他们刚刚立下的杀戮誓言，难道就要毁于这些药桶爆炸之中？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阵刺耳的鸟鸣声从村后树林传来，漫天飞鸟宛如黑色洪流涌出，有麻雀、乌鸦、猫头鹰，甚至苍鹰，集结成密集的乌云，朝着药桶迎头撞去。黑风寨的土匪们被这诡异画面吓得发愣，那是什么鬼东西？连赵四的笑容都僵住了，他张大嘴，震惊地看着这些飞鸟以最惨烈的方式自杀式冲撞，拦截霹雳火。噗噗噗！飞鸟一次次撞击药桶，数量虽庞大，但力量不足以摧毁。然而，当上千飞鸟如飞蛾扑火般前赴后继冲向药桶时，药桶的轨迹竟被硬生生改变，完全脱离目标范围。2桶甚至掉头飞向黑风寨阵地。退开！赵四脸色惨白，下意识尖叫，但话音未落，药桶已在半空炸开。轰隆轰隆隆！巨大的爆炸声震彻山谷，火光将夜空照得如同白昼。强烈冲击波携带铁片和碎石席卷四方，无数飞鸟瞬间被炸得粉碎，血雨降下宛如暴雨。青山卫阵地距离较远，且有盾牌保护，仅留下几个巨型深坑，伤势不重。而黑风寨阵营则彻底混乱，冲在最前的狂血战士被掀翻在地，灰头土脸，惨叫连连。2桶10几名土匪瞬间炸成碎肉，血雨洒满整个队伍，惨叫、咒骂、哭喊交织。黑风寨阵型已然溃散。赵四目瞪口呆，望着眼前如人间地狱般的局面，整个人愣在原地。这些霹雳火本该碾碎沈家村，反倒成了自己的致命武器。鸟竟然拦截霹雳火！他缓缓转头，目光死死锁定村中祠堂。能操控这等规模的鸟群，定有高人。他眼中已无愤怒，唯余浓烈的忌惮。祠堂内，沈二狗噗的一声吐出鲜血，瘫倒在地，脸色苍白，眼角和鼻孔渗出血迹。他通过御兽法操控上千飞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消耗。他的脑海还回荡着那些飞鸟临死的悲鸣，但他不后悔。他们的命换来了兄弟们的命，值了。我看着倒下的二狗，不禁点头。这个小妙主可以。汹涌的香火化为治愈的力量，缓缓降临他的身体，修复着损伤。我挥手道：“好好休息。”接下来的战斗交给沈山。空地上，漫天尘烟笼罩，青山卫的阵型没有丝毫动摇。冥冥之中，我感到兴奋，好戏才刚开始。趁着黑风寨阵脚大乱，沈山怒吼。杀！青山卫如蓄力已久的猛兽，一声齐喝，蛮牛冲撞。30名青山卫顶着盾牌，重心压低，脚下猛踏，借着蛮牛劲和群体嗜血术的增幅，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冲击力。30柄盾牌化为30座移动的战车，将大地踩得震颤，直撞50名狂血战士。拦住他们，快！赵四尖声大喊。狂血战士兴奋的嚎叫迎了上去，视青山卫为血肉猎物，却不知迎接他们的是移动的大山。2股狂暴洪流突然对撞，这样鱼龙的剧情吸引所有人。那是血肉与盾牌，力量与力量的野蛮交锋。狂血战士狞笑瞬间凝固，他们钢刀在接触盾牌的刹那寸寸碎裂，骄傲的拳头落在盾面时空想无力，恐怖的冲击力摧毁了他们的骨骼与胸膛，噗的喷出内脏碎片，尸体接二连三倒飞，撞垮了后方同伴。赵四顿时愣住，看着狂血战士像破布袋般飞出去，喃喃道：“不可能！”他引以为傲的狂血战士竟然在正面冲撞中一触即溃。刚刚撕裂敌阵的青山卫毫不停顿，长矛在盾牌间缝隙中精准刺出，扑哧扑哧，矛刃刺穿心脏，刺爆脑袋。血液喷涌而出，这些所谓的狂战士，即便忘却疼痛，五脏被绞碎，头颅被击破，依旧无解，残肢断臂散落地面，整个战场成为一台巨大的绞肉机。而青山卫是其中的核心刀刃，他们稳步推进，每一步都收割几条性命。蛮牛战阵从头到尾没有一分混乱，盾牌手抵挡冲击，长矛手冷酷收割，配合无间，失去了狂血战士的正面阻力。黑风寨剩余的100多名普通土匪彻底崩溃，看着浴血奋战、越战越勇的魔神，所有人都陷入恐惧。妖怪，他们是妖怪！不行了，好啊！阵线瞬间瓦解，土匪们丢掉武器，哭喊着四散逃窜。独眼彪挥刀喊杀，连砍2人试图稳住局势，但根本无济于事。死亡的阴影下，大当家的威严无足轻重。大哥，别管他们，快走！赵四拉住独眼彪，脸色惨白。再不走，咱们都得死！几乎不需说服，独眼彪迅速转身准备口令撤离。然而刚转身，一个冰冷的声音将他们定在原地。想走？2人回头，只见沈山已脱阵而出，鬼魅般站在他们退路上。他的赤红双目盯着赵四，冷冽的如死神。他的狼爪锋利如刀，微微闪光，压迫的2人呼吸都急促。赵四猛地缩头，终于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危险。是你，大哥，我们一起上，杀了他！赵四怒吼着，杀意涌动。他知道，如果不解决眼前这个男人，黑风寨死路一条。好！独眼彪一声怒吼，将所有力气灌注在鬼头大刀上，刀锋带着呼啸向沈山劈去。沈山连看都未看一眼，只抬起左手狼爪，当金铁交鸣，独眼彪只觉刀身传来无法抗拒的距离，震得虎口发麻，刀几乎脱手。他定睛看去，不由目瞪口呆。鬼头大刀被5根青色直爪死死抓住，锋利刀刃甚至没留下半点痕迹。太弱了！沈山摇头，五指猛然发力，咔嚓，鬼头大刀如麻花般扭曲。他随手一挥，将刀狠狠抽在独眼彪胸口。砰！独眼彪胸膛塌陷，整个人倒飞10几米，摔在地上再也动不了。这名让附近闻风丧胆的悍匪头子，一招便被秒杀。
大哥，赵四看到独眼彪惨死，彻底崩溃，他转身想逃，却被一只冰冷如铁钳般的手死死抓住。你想去哪儿？沈山沙哑的声音响起，充满骨髓般的寒意。赵四悲鸣跪地磕头，别杀我，好汉饶命！想要金银财宝、女人，我全给你，只求你饶命！他涕泗横流，狼狈不堪，但沈山的赤红眸子满是厌恶。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的命。右手狼爪缓缓抬起，赵四看着近身的死亡气息，求生欲瞬间战胜恐惧。他猛然抬头，脸上浮现诡异血色纹路，双眼漆黑如深渊。是你逼我的！血魔解体，轰！血色气浪从赵四体内爆发，腐蚀地面，冒起阵阵黑烟。他借势化作血光，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激射向密林。这是他燃烧精血换来的保命秘术，速度比以往快数倍。心中暗喜，只要进林子，没人能追上。抢跑！沈山冷笑，手背狼头印记骤然亮起，狼魂附体。嗷呜！在狂暴的狼嚎声中，沈山身高暴涨至2米，浓密的青灰阴毛覆满全身，脸部逐渐狼化，妖气冲天。他四肢如猎豹般奔跑，速度竟比血光还快。赵四回头一看，惊得魂飞魄散，一个半人半狼的怪物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追来，跳跃间如履平地。这是什么鬼东西？赵四疯狂压榨精血，试图拉开距离，但速度差距却越发明显。10米、5米、3米。死吧！沈山冷冷声音响起，扑哧，狼爪摧枯拉朽般刺穿赵四后心，贯穿前胸，指尖抓着一颗鲜活跳动的心脏。赵四低头看着胸口血洞，眼中满是恐惧与不甘。不甘心。话音落下，他彻底没了生机。沈山随手将尸体扔下，用力捏碎心脏，仰天长啸，笑声张扬四溢。他，一个曾经断臂的猎人，今日斩杀仙师，尽显锋芒。老祖宗！沈山退出妖化，恢复人形，转身跪向村祠，重重磕头，全身血气尽数归于大地。沈山拖着赵四与独眼彪的尸体回到村口时，战斗已近尾声，黑风寨土匪彻底崩溃。青山卫践行斩草除根的命令，将200多名土匪剿灭。青山卫的成员虽浴血而立，依旧维持阵型，但群体嗜血术的效果逐步退去。赤红双眸恢复清明，肌肉收敛，疲惫如潮水般涌来。许多人直接瘫坐在尸山血海中，大口喘气，有人压抑着呕吐。沈山走向村长沈德佑，将2具匪首尸体扔下，沉声道：“村长，幸不辱命。”沈德佑看着惨烈景象，长叹一声：“辛苦了，打扫战场吧。”话音未落，祠堂方向突然传来奇异嗡鸣，一道金光冲天而起，神圣威严笼罩全村。青山卫感到温暖力量洗刷身体，疲惫消散，伤痛愈合。是老祖宗显灵了！全村再次跪地叩首，祈祷声震天。空中金光盘旋一圈后化作流光，落至沈山面前，光芒散尽，愿力金刀显现，刀身金黄，符文玄奥，锋芒气息可斩断一切，令沈山呼吸急促。我的声音响彻所有人心头。沈山，老祖宗！沈山激动，重磕下头。汝护村有功，但贼寇未灭，巢穴尚存，非斩草除根不可安枕。今赐神兵于神力，令汝率青山卫反攻黑风寨，踏平其山门，荡尽污秽，恶徒不留，良善解救，所藏皆为吾村之资粮，让吾威名传遍这黑风岭每一角落。这惊雷般的法旨在沈家村众人心中炸响。刚经历血战的村民愣住，老祖宗竟令他们立刻反攻黑风寨，但沈山毫不犹豫，双手接过金刀，一股磅礴力量涌入体内，他感到自己无所不能，宛如天神下凡。沈山高举金刀，光芒万丈。都给我起来！他怒吼。老祖宗法旨要我们踏平黑风寨，敢不敢随我杀这一遭？敢！疲惫的青山卫成员挣扎爬起，重新握紧兵器，眼神再次燃起战火。出发！沈山一马当先，金刀锋芒闪耀，身后30名青山卫紧随而行。他们带着斩敌未干的煞气与老祖宗的神威，连夜奔袭，杀向黑风寨。黑风寨聚义厅外一片冷清，三当家刘麻子坐在独眼彪的虎皮椅上，眼神不安地望着漆黑的夜色。他心底的不祥预感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浓。报！一个哨兵狼狈跑来，惊喜地喊道：“三当家，山下有火光，是我们的人回来了。”刘麻子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他起身吆喝：“都去寨门口，准备好酒肉迎大当家凯旋。”然而，当寨门拉开时，火光映照下的队伍却令刘麻子的笑容迅速僵住。那是一群陌生的大汉，浑身浴血，煞气冲天，每一步都如地狱修罗逼近。最前方的高大男人手持一把金光流转的战刀，耀眼的令人无法直视。你们是什么人？我大哥呢？赵四呢？刘麻子声音颤抖，他不愿相信200多精锐竟然毫无声息地消失。沈山提着愿力金刀走到队伍前，抬头冷冷注视着刘麻子，赤红的双眸充满杀意。你问独眼彪和赵四，他们在黄泉路上等着你团聚。这句话如雷霆般轰入所有土匪的耳中，刘麻子双腿一软，差点瘫倒。沈山双手握刀，高高举起。奉青山公法旨，荡平黑风就在今日。愿力金刀爆发刺眼金光，威压翻涌笼罩全寨。快关寨门，放箭！刘麻子尖叫着下令，留守土匪慌乱砍绞索，试图关闭门闸。沈山怒喝，一刀劈出，金色刀芒如闪电破空，切割虚空，瞬间扫过寨门，轰隆隆，巨响驰到，却砸响山。黑风寨以巨木和岩石垒砌的坚固大门寨墙，直接被刀芒撕裂成齑粉。刘麻子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被金光气化，连渣子都不剩，烟尘散尽，大门原地只留下数米宽的沟壑，切口光滑如镜。跪倒的留守土匪尽数瘫软，恐惧的擅自投降。神仙下凡了，饶命啊！沈山缓缓走入寨内，手持金刀，目光冰冷。身后青山卫目睹神力显威，眼中激动狂热。他扫了一眼跪地求饶的土匪，满脸厌恶，举刀怒喝：“当初无辜村民求饶时，你们听过吗？杀！”青山卫如狼似虎扑向土匪。今夜，这黑风寨彻底除名。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黑风寨已成废墟。经过彻夜清扫，这个盘踞数年的毒瘤化作历史尘埃。寨中除了从地牢救出的30多名平民与10几名被掳姑娘，再无一个土匪活口。青山卫的成员皆累到虚脱，但脸上满是痛快的满足。
沈德佑的2个儿子神虎沈豹正拖着箱子往外搬，箱中金银财宝珠宝玉器堆积如山，晃得人眼花缭乱。发财了，发财了！村民欢呼雀跃。仓库内堆积的粮食布匹足够沈家村几年无忧。沈山站在聚义厅废墟前，握着光芒已暗淡的愿力金刀，沉稳目光掠过一切。这一刀不仅劈开黑风寨，更劈开了沈家村世代被欺凌的桎梏。从今往后，沈家村将不再是软柿子。沈二狗跑来报告，后山地牢里的百姓都已安顿好，送上热饭和热水。沈德佑点头。愿回家的给盘缠送走，愿留下的接纳为村人。整个白日，沈家村人忙碌不停，欢腾搬运战利品，而我则在祠堂内静静感受这场胜利带来的丰厚回报。信徒沈山率青山卫荡平黑风寨，功德加持，香火直加30000，全村信仰等级提升至深度狂热，每日香火产出加100，解救百姓信仰新增，香火直加1850。看着香火值突破4万，我心中不禁感慨，战争果然是发家致富的捷径。但也清楚，仅凭愿力金刀与青山卫，未来若遇更强敌人无法阻挡，村庄还需更强大的防护。我立刻调出商城，目光锁定高价奇物迷雾阵盘，初级售价1万香火，可布下一座迷雾大阵，隔绝视线与气息，令外敌迷失方向。维持运转需消耗神力或香火，就是它了。1万香火换村庄屏障，绝对值得。香火1万，购买成功。阵盘沉入祠堂地基，阵起，无形波动扩散，一缕乳白雾气缓缓升起。不一炷香功夫，沈家村便被滚滚浓雾笼罩，与外界彻底隔绝。村民惊呼，却未有畏惧，只觉雾气清新神爽。这也是老祖宗的手段。沈德佑震撼地望着眼前翻滚云海，他知道，从今天起，沈家村将化为真正受神明庇佑的世外桃源。与此同时，远在数十里外的青阳县城，一座戒备森严的府邸中，一个身着黑袍的老者猛地睁开双眼，他目视黑风岭方向，眼中闪过寒意。赵四身上的血魂引为何断了？出意外了吗？清晨阳光穿透浓重的迷雾，洒在热闹非凡的祠堂广场上。黑风寨的战利品堆成了小山，金条银锭在阳光下闪烁，粮食如堆积的山丘，让村民满脸喜悦和感慨。发财了，咱们村真的发财了！村长沈德佑拄着拐杖，满脸激动，眼神紧紧盯着梁山。3年大旱带来的饥荒，在这一刻彻底画上了句号。村民哭笑交织，积压的绝望终于得以宣泄。沈山站在一旁，手中愿力金刀已暗淡，他却满意地望着这一切。他知道，这不仅是胜利，更是沈家村从此崛起的起点。与此同时，10几里外的官道上，几个流民艰难跋涉，绝望中，他们远远看到山坳中浓密如墙的白雾，仿佛看到了生机。快，前面有雾，应该有水！领头汉子激动地喊着，他们咽着口水，拼尽力气接近，但进入雾中的瞬间便陷入了混乱，白茫茫的视野隔绝了所有方向，甚至彼此都无法看清神仙住的地方。我们冒犯了！一股柔和力量将流民推出迷雾，他们惊恐地跪地磕头，仓皇而逃。很快，关于黑风岭的神仙村传遍附近，凡人禁地的传言让沈家村彻底与世隔绝。迷雾大阵笼罩后，村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黑风寨的战利品让村民吃穿无忧，大量粮食与布匹分发到家家户户，烟囱中飘出的肉香代替了过去生活的苦楚。村里的孩子一个个红光满面，欢笑声充斥整个村子，而这份富足让村民对老祖宗的敬意更深。每日清晨，村民自发聚集在祠堂广场向老祖宗叩拜献礼，甚至3岁孩子也记得，家里最好的东西要先给老祖宗吃。祠堂里，我感受着无数炷香与虔诚的跪拜涌来的香火值，心满意足。香火值43850，信徒数387人，每日香火产出约3500点。看着这暴涨的数字，我盘算着，不出1个月便能晋升9品土地神，神域扩大，全线解锁，自保的力量将更为充足。然而，我并不因香火增长而沾沾自喜。过去那2个邪修赵四与玉寿宗赵峰的师尊宗门仍是隐患，迷雾大阵虽可隔绝窥探，村庄的硬实力仍需提升。我的视线转向村西头，沈山带着青山卫30名老队员训练新招募的70名青壮，最终将青山卫规模扩至100人。新兵夹杂着老兵，小队长负责各组队伍。训练场上热火朝天，都给我打起精神！马步不稳还想练杀人，做梦！沈山手持木棍巡视，动作不到位或偷懒，棍抽下，掷地有声。你们吃住穿皆是老祖宗赐予，懈怠就是大不敬，绝不姑息。新兵虽汗如雨下，却没人敢吭声。他们知道，成为神兵是至高荣耀，更是为家族和村庄守护的使命。看着场上的景象，我满意的暗自点头。有士气，大事可成，但仅有蛮牛劲的基础训练还不够，对抗真正的修行者仍有差距，得给他们装备升级。我的意识再次沉入香火商城，目光快速扫过香火商城，最终锁定了兵甲锻造图纸分类：百炼战刀锻造图1000香火，可锻造锋利制式战刀，附带破甲效果；玄铁甲锻造图1500香火，可锻造坚固铠甲，能抵御常规攻击；破甲3棱剑士图800香火，专破甲构的特殊剑士。就这些了，锻造制式装备投入少回报高，性价比极佳。我当即购买了3样图纸，计划由村中铁匠负责制作，再挑选年轻力壮之人培养为学徒，建立兵器坊。缴获的黑风寨兵器正好回炉重新锻造，资源充足。解决装备问题后，我将目光转向神龛上的愿力金刀，它是目前最强攻击手段。黑风寨大门的一刀威力依旧让人记忆犹新，但耗能过大，充能速度极慢，急需强化。在商城中，我找到一个选项：法器洗炼，初级消耗1万香火，提升未入品法器的品质，有几率觉醒特殊属性。1万，贵得离谱。我看了看余额，又看向那平平无奇的木刀，咬牙一声，干了。
是否消耗1万香火对愿力金刀进行法器洗炼？是。确认指令后，一场震撼全村的异象展开。祠堂正殿，愿力金刀骤然发出一声清越嗡，金光冲天，从刀身爆发出的光柱刺破屋顶，直入云霄。祠堂，老祖宗显灵了！村民们纷纷跪地叩拜，惊呼连连。半空中，金刀缓缓悬浮，刀身上无数金色符文游走，剧烈颤抖着，像在经历涅槃。杂质被磅礴力量逼出，化作黑烟散去，刀身由土黄转为耀眼的琉璃金色。整个过程持续1炷香时间，最后一道符文深深烙印入刀身，金光内敛，刀体回归古朴，却散发出无法忽视的灵性。丁，法器洗炼成功，愿力金刀提升为下品灵器。效果1：神力增幅，注入神力或香火时，威力提升300。效果2：愿力吸收速度提升500。效果3：自动护主，宿主遭遇致命威胁时自动激发护主，抵挡1次攻击。看着这些属性，我几乎想欢呼出声，值了！这3个效果逆天，续航暴涨，威力翻倍，还有护主功能，太顶了！金刀回应着主人的意念，悬浮半空，自发打刃起玄奥刀，刀气自爆，甚至一时失控划破迷雾阵一角。这惊世骇俗的神迹让村民看得如痴如醉。神迹，老祖宗在演练仙法，我沈家村必兴旺。沈德佑老泪纵横，带领全村人高呼：青山无神武！信仰瞬间升华，虔诚的崇拜将化作永不停歇的香火涌向我。借此强化的愿力金刀成为沈家村守护的最强底牌，而我则收获了这一笔豪掷千金的丰厚回报，心情大好。愿力金刀升级带来的震撼持续了整整1天，直到晚上，村民们还沉浸在老祖宗演练神刀的绝世风采之中，一个个激动的睡不着觉，而我则在祠堂里盘算着下一步的强化计划。金刀是我的底牌，轻易不能动用。青山卫的装备图纸已经下去了，形成战斗力还需要时间，眼下最快提升村子战力的办法，还是得落在沈山身上。作为青山卫的队长，村子里的第一高手，沈山的实力直接决定了沈家村高端战力的上限。虽然他已经融合了狼臂，又修炼了苍狼哮天拳，实力远超常人，但还远远不够。万一再遇上像赵峰那样会扔火球的炼气期修士，沈山还是只有被动挨打分，必须让他拥有能够正面硬刚修士的资本。我想起自己的系统里那个最看脸的功能赐福，这个功能我只在沈二狗身上用过1次，直接就抽出了钟灵运秀这样的稀有天赋，不知道给沈山又能抽出个什么好东西来。我搓了搓不存在的手心里有些期待，来吧，我的欧洲血统啊，爆发吧！系统对沈山进行赐福，丁，消耗1道神力，赐福开始，一道微不可察的金光从祠堂飞出，瞬间没入了沈山的体内。沈山身体一震，感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但除此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而我的脑海里则跳出了一条系统提示：赐福成功，信徒沈山获得增益效果，指甲光亮，白色，普通。效果使其指甲变得更加光洁明亮，富有光泽。我感觉自己的牌位差点没当场裂开。我花了1000点香火，1道神力就给他弄了个美甲效果，这他妈也太坑爹了吧！再来，丁，消耗1道神力，赐福成功，信徒沈山获得增益效果，毛发旺盛，白色，普通。效果使其毛发包括头发、胡须、体毛等生长速度加快，变得更加浓密。我看着沈山那本来就跟钢针一样的胡子茬，好像又黑了一点，陷入了深深的沉默。这系统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就不信这个邪了。再来，丁，消耗1道神力，赐福成功，信徒沈山获得增益效果，饭量加10，白色，普通。再来，丁，消耗1道神力，赐福成功，信徒沈山获得增益效果，脚气消除，白色，普通。我操！我在意识空间里开始破口大骂，我现在严重怀疑自己是不是被系统给针对。连续4次神力赐福，4道神力，4000点香火，就换来一堆乱七八糟的垃圾 buff， 这跟把钱扔水里有什么区别？我看着自己仅剩不多的神力，心都在滴血。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再不出火，我就再也不抽了。我咬着牙含着泪投入了第5道神力，丁，消耗1道神力，赐福开始。这一次金光落下后，沈山的身上终于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只见他浑身的肌肉猛地紧绷起来，皮肤表面浮现出一道道青色的血管，如同囚笼般盘踞，一股强大无比的气血之力从他体内轰然爆发。他周围的空气都因为这股庞大的气血而变得燥热起来。沈山发出一声压抑不住的低吼，他感觉自己体内的力量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暴涨，原本坚固无比的身体瓶颈在这一刻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大锤给狠狠地砸开了。轰！一声闷响从他体内传出，他的身体像是打破了某种桎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层次。而我的脑海里也终于响起了一道让我泪流满面的天籁之音。丁，恭喜，触发幸运一击，信徒沈山获得稀有增益效果，扣玄关，蓝色，稀有。效果强行打破5副第1重玄关，使其气血贯通，力量、速度、防御力得到全方位大幅度提升，正式踏入通力境。出货了，终于出货了！我激动的差点没蹦起来。蓝色稀有，虽然不是金色传说，但已经足够了。院子里的沈山浑身散发着爆炸性力量，激动不已的跪在地上，向着我的牌位磕头。我看着自己那空空如也的神力储备，擦了擦不存在的冷汗。哎，看来我这辈子是告别抽卡了，这玩意儿太上头，也太伤钱了。